眼大陆沿海区域，永夜降临，鬼皇95悬空而立，双眼紧闭，不知在想什么。就在这时，前方黑云翻滚，当黑云渐渐凝实时，一个独眼鬼皇率领众军出现在岸边，两人隔空对视，浓郁至极的黑暗完全无法阻挡两人的视野。鬼皇95没听过这号人物，独眼鬼王率先缓缓开口道：“鬼王并不是他的等级，只是他的称呼，他的真实实力是20级鬼尊，2级鬼族的最高战力。”鬼皇95停顿了一下后沙哑道：“鬼皇95，19级鬼皇。数日前，有一艘来自撒哈拉大陆的探索飞舟发现了我们，并对我们轰了一发天道炮，死了不少鬼物。我们虽然摧毁了这艘飞舟，但是恐日后麻烦不断，故撤岛，想投奔一个能扛得住事儿的。听闻这片海域里独眼族最强，特来投靠。”独眼鬼王内心嗤笑了起来，一艘探索飞舟就把他们吓成这样，看来这批鬼物实力不怎样。不过独眼鬼王内心还是有些暗喜，看来独眼族的威名还是不错的。独眼鬼王没有讲话，只是若有所思地查看着鬼皇95身后那批鬼巢，确实实力普遍较低，但如果真心投靠他，那对于独眼族来讲，确实是一个显著的增强。只是在听到鬼皇95提出希望能在独眼大陆有一块属于他们的地盘时，独眼鬼王内心那根弦突然紧绷起来，瞳孔深处闪过一丝狠辣。经过收集到樊玉对冯奇雅一战的信息，他内心对独眼大陆北部和南部这2块区域的沿海大陆是高度敏感且集中，只要在这2个沿海区域部署天道炮，便可做到和冯奇雅大陆的一样效果。如果鬼皇95要的是这2片沿海区域，那事情就有意思了。看起来鬼族里好像出了一个亲人派呢。永夜大陆无名山，无数后勤阁的人在快速跑动。鬼皇95已经抵达独眼大陆，樊玉正在进行最后的准备，并快速调动维持一场战争的鬼石资源。陈凡站在会议桌前，望向桌面上那张巨大的鬼皮地图。虽然挑衅者大陆上的收获还没收集完毕，但如果让他们知道冯奇雅大陆是如何被灭亡的，便会升起警惕之心，必须得先下手为强。万一养出一个3级鬼族出来，那这片海域的格局将会被彻底改写。独眼大陆低着头的鬼皇并未看见独眼鬼王眼里杀意，但他一直有一种独特的能力，就是能感受到不安感。昔日也是这种不安感让他并未冲击樊玉的黄泉口防线，如今这种不安再次浮现在心头。他想起陈凡临别前的嘱咐，缓缓继续道：“因为我们刚加入独眼族，实力较弱，所以我希望这块地盘是在独眼大陆的核心区域，这样万一有敌来袭时，我们不至于沦为炮灰。我是真诚想投靠到你的麾下，并愿意为你效忠，而内心已经打定主意，只要鬼皇95敢开口要2块地盘，立马下狠手的独眼鬼王闻言微微一愣，眼里的杀意瞬间消散了不少。看来是他想多了，也是，自古以来鬼物和人类都势不两立，怎么可能滚到一张床上去？95，独眼鬼王温柔了不少，轻笑道：“我完全理解你，也很欢迎你加入独眼大陆，但是中心区域都是一些战功显赫的老部下的地盘，将你贸然插进去，肯定是不合适。这样吧。”他沉吟了片刻后才开口道：“我会在独眼大陆西侧尽量偏中心区域，为你腾一片地盘出来，如何？西侧的海岸线可是足足有7000公里长，不可能部署天道炮的，问题不大。”鬼皇95迟疑了半晌后，才缓缓单膝跪地，但平王调遣：“好，那以后大家就是一家人了。当独眼族晋升至3级种族后，你便晓得今日选择是多么正确了。”撒哈拉大陆，好猫大陆的大陆之主正和撒哈拉大陆的大陆之主坐在沿海沙滩上喝茶聊天。显然，你给樊玉的那份晋升3级大陆的资料是真的。好猫大陆的大陆之主轻点了下头，不掺假。当年花了大代价获得的，你是真不怕樊玉晋升3级大陆后对你下手？怕，但这片海域总会诞生一个3级大陆，或者是3级种族。如果非要选的话，你希望诞生一个3级大陆，还是3级种族？这些年，我们这些大陆虽然互不对付，但都默契地保持压制这片海域的鬼族发展速度。只是怎么压呢？一旦有某个鬼族晋升至3级种族，该如何呢？与其如此，不如先诞生一座3级大陆，等樊玉清除掉这片大陆的鬼族，然后樊玉离开这里，我们所有大陆继续发展，直至未来也晋升至3级大陆。3级大陆有那么好晋升吗？撒哈拉大陆之主眉头皱起，樊玉才刚晋升至2级大陆1年，如今保护期还没过呢。对樊玉来讲，好猫轻声道：“我虽然知道晋升3级大陆的条件，却不知大陆核心该如何获得。不过我有一个异宝，名为寻金罗盘，可输入一个异宝名称，当1000米内出现了这个异宝，或者是1年内和这个异宝有过亲密接触的人，寻金罗盘都会发烫。再去新大陆的那次，寻金罗盘发烫了，樊玉好几个人都和大陆核心有过亲密接触，这意味着樊玉早就有了大陆核心，甚至我怀疑他们早就清楚2级大陆晋升至3级大陆的条件是什么。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撒哈拉大陆之主眼中闪过一丝骇然，这意味着只要永夜大陆2年保护期过后，樊玉就能直接晋升至3级大陆。是的，好猫轻叹了一口气，偏头望向海边呢喃着：“我们晋升至3级大陆遥遥无期，但对于樊玉来讲，晋升至3级大陆只需耐心等待而已。樊玉现在什么都不用做，只需耐心等待2年，便可以绝对碾压的姿态降临这片海域。到时这片海域的格局将会被彻底改变。”两人渐渐沉默下来，没人再讲话。与此同时，独眼大陆大批95率领的鬼巢开始登陆，抵达独眼大陆西边的一片区域，在此安营。接下来数日内，他都需要待在这里，并开始准备下一步。而在永夜大陆参谋阁内，一众参谋阁成员正围着桌面上的地形图快速议论着。目前鬼皇95被安置在了西部区域，我们不可能在西部登陆部署天道炮，要执行第2计划吗？参谋阁阁主万岁眉头紧皱。第2
二计划是他们参谋阁提出的，万一独眼鬼王不允许鬼皇95扎营在独眼大陆的北部和南部区域，便会启动这个第二计划，让鬼皇95随便登陆一块区域，然后再让鬼皇95传回独眼鬼王的确切居住位置，进行斩首计划。只要将一众重要将军全部斩首，那这个种族会短时间内陷入混乱，届时利用他们混乱的这段时间，开始强行登陆部署天道炮和城墙。现在就等鬼皇95那边传来可以行动的消息。95独眼大陆上，正在率鬼巢清除杂草的鬼皇95身后突然传来一道声音，只见独眼鬼王不知何时出现在身后，笑盈盈地望向他，先别忙活了，我在宫殿里给你安排了一场接风洗尘宴，一路奔波辛苦了，众多将领都在，你们也认识认识，日后大家都是一家人。大家也很好奇，你原来占领的大陆是哪座大陆？鬼皇95点了点头，沉声道：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真是瞌睡来了送枕头。一切都在陈凡的计划中。1个时辰后，一座坐落在荒原上的巨大宫殿内，独眼鬼王和一众将领正在推杯换盏，鬼皇95也是满脸笑容的不断喝酒，只是在他小腿内被缝合进去的一个袖珍圆形阵盘正在缓缓闪烁，这是梵域阵格，从黑鬼大陆加速阵盘里所提炼出来的那个定位阵法，随后经过改良造出的阵盘。他刚才不经意的轻触了下小腿，此地的坐标已被精准传回梵域。不出意外的话，梵域的通天柱此时应该已经从无名山后方升空了。他在心里默数着时间，见时机差不多了，鬼皇95便找了个理由借机离开。然而在离开宫殿没多久后，他就开始狂奔，跃至半空，以极快的速度朝远处疾驰而去，并与此同时传音军师全军前进，目标独眼大陆北部沿海区域。下一刻，他看见了和平数道散发着炽热光芒，近乎划破整个永夜的光柱，正散发着恐怖的气息，出现在宫殿正上方，以一种比自由落体快上无数倍的速度，极其笔直地轰向宫殿。他回头看了眼，开始更加卖命的狂奔。他知道，从今日起，独眼鬼王就不复存在了。独眼鬼王强吗？强，但那又如何呢？在梵域的车轮下，都会被碾碎。就在这时，他感觉到一道极其强大的冲击波从身后袭来，将他掀飞。恍惚间，他隐隐看见了那座刚才还在推杯换盏的宫殿，已经灰飞烟灭。与此同时，他隐隐看见数道通天柱划破夜空，轰向独眼大陆的北部区域。他知道，梵域的军事行动正式开始了。来不及多想，他一边朝独眼大陆北部区域狂奔着，准备和自己大军会合，一边有些呼吸渐渐急促起来。他突然发现一件事，他还是喜欢征战，这是他的本性。压抑这么久，终于压抑不住了。轰轰轰！来自梵域的通天柱洋洋洒洒地落在独眼大陆的北部沿海区域，快速清空着北部沿海区域的大部分地盘。而鬼皇95此时已经和自己的大军会合，开始拦住那些冲向这片空白区域的鬼物。而就在这时，一根细长约10几米左右的通天柱从海面远处快速袭来。这根通天柱并未散发出炽热光芒，也不是光柱形式，从样貌看，仅仅只是一级通天柱。紧接着，无数枚填充在通天柱内的鬼石和一些阵盘散落在沙滩上，不偏不倚的刚好组成了一个传送阵。伴随着鬼石启动，传送阵被点亮，这是由阵阁副阁主800千头带着阵阁成员所研发的先锋通天柱，让通天柱搭在传送阵的阵盘，爆炸后散落的阵盘便能形成传送阵。随后，一个后勤阁成员缓缓浮现在传送阵上方。按照计划，在这个600公里的沿海区域，快速部署着天道炮的准备工作。陈凡也传了过来，没停留，开始快速在指定区域铺设城墙。很快，城墙和30座天道炮都部署完毕。而鬼皇95在收到命令后，已经快速率领鬼巢撤离，准备撤至海里。当在鬼皇95撤去后，陈凡站在一段只有10米长的10级城墙上，望向远处被鬼火所点亮的范围，能清楚地看见有不少鬼物正面色狰狞地朝他们狂奔而来，臭气渐渐袭来。下一刻，天亮了，沿海城墙上的30座天道炮齐齐开火，30道极粗无比的炽热光柱从独眼大陆北部沿海区域爆发，几乎没有任何阻挡的瞬间贯穿了整座大陆。这座大陆上的一切山脉、湖泊等都被瞬间融化，没有哪个鬼物能挡得住这种程度的攻击，仅仅一发便将这座大陆彻底贯穿。片刻后，这座大陆便突然变得平整了许多，像是一个巨大的足球场一样，在无鬼物狂奔。陈凡站在城墙上，面色平静的嘴角微微上扬的望向眼前这一切，这便是梵域如今最高对外作战手段。清除，无论和谁开战，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将天道炮部署在对方大陆上。参谋阁只需要想一件事情，就是如何做到这一点。不久后，鬼皇95气喘吁吁的一路小跑到陈凡面前，大喘着气。下一步指示是什么？此时独眼大陆已被彻底清除，不剩一头鬼物。这个仅差占领一座大陆，便可晋升至3级种族的鬼族。死在襁褓里，事不宜迟，你即刻前往暗星族所在的暗星大陆，在对方没收到消息之前，再来一波。明白。鬼皇95重重点头，此时已经没有一开始那么忐忑了，甚至有些跃跃欲试。陈凡没有多说什么，转身走向了传送阵。而他刚回到梵域，王奎便过来他汇报说，挑衅者大陆那边的收获还未盘点完毕，但发现了一个重要异宝，一个银色小光点，黑暗科技原点。他当时立刻让王奎等挑衅者大陆所有收获都整理完后再联系他。据他所知，冯奇亚大陆完成了所有晋升3级大陆的条件，除了没有大陆核心，所以如果冯奇亚大陆没有对外贸易的情况下，大陆上应该有5个黑暗科技原点。果不其然，下面人很快汇报收获到了银色小光点，5个黑暗科技原点，不错，又可以点亮一个军事加成了。黑暗科技名称：哨塔一化，黑暗科技品级5，黑暗科技类型：军事加成，黑暗科技效果。安置在领地范围内的哨塔，有效探测范围将延伸至1000公里，可精准检测到该范围内的所有生物。
通天柱、非洲等，并会为梵域所发射的通天柱进行持续定位引导，所需消耗黑暗科技原点。2点，他还是有些忍不住的望向灵魂深处永夜领主面板上的科技树。他现在还有一个黑暗科技原点，这是上次没用完的。这个黑暗科技点亮后，梵域的防空体系便有了一个基础雏形了。就在这时，王奎又跑了过来，手里捧着一个册子，有些微微喘气的汇报道：“狱主，挑衅者大陆上的物资已经全部清点完毕了。”王奎翻阅着手里的册子清单，经过清点战后统计，梵域目前剩余可动用鬼石数量为1618亿枚鬼石。不错，陈凡有些满意的点了点头。那异宝呢？王奎继续道：“大部分都是一些低等级异宝，全都移交至梵域的鉴定室去鉴定了，然后整理入库，其中只有3个是紫色品级的异宝。只有3个吗？”陈凡微微有些遗憾，不过也确实，紫色品级的异宝是一座2级大陆能获得的最高等级异宝了。随后，陈凡从王奎手里接过这3个紫色品级异宝，第一个薄如蝉翼的一张纸，建筑名称天眼阵，建筑品级紫色，建筑效果可近乎外界所有属于同一势力的建筑，并获得其全部实况信息。陈凡捏碎这张建筑蓝图后，起身朝参谋阁走去。天眼阵，中控台类建筑，伴随着势力发展越来越大，势力所属的建筑越来越多，需要有一个中控台类的建筑，将所有建筑串联起来，从而知道所有建筑的第一信息。随后，他走至参谋阁那一块空白墙壁，在面板上点下了确认建造。下一刻，一个巨大的阵纹浮现在墙壁上，并形成了一块巨大的屏幕，并缓缓浮现出一行字：天眼阵打造完毕，是否输入梵域建筑？请在以下建筑选择。勾选后的建筑，天眼阵将会获得其全部操控权限以及其实况信息。同样，天眼阵也能升级。陈凡望向这个建筑，在消耗了一批泥土和1040枚鬼石后，天眼阵成功升至20级，获得20级满级效果。天眼阵升至20级，已升至满级，无法再次提升，可外在建筑数量大幅提升，获取20级满级效果天眼套装。若同时拥有天眼沙盘和天眼阵，并前往特殊区域陨落天穹，可获得特殊配件天眼之眼。陈凡微微一愣，他真没想到这玩意儿竟然还是个套装。天眼套装，天眼沙盘他有了，就剩前往陨落天穹了。看来得尽快想办法突破陨落天穹了。陈凡一边嘟囔着，一边从怀里掏出一枚天道石，咧嘴笑了起来，抛在天眼阵上。下一刻，你对天眼阵使用了天道石，获得了3个天道赐福效果，请在百息内任选其一。1. 天道赐福效果，容量提升，可外在建筑数量翻倍。2. 天道赐福效果，绝对微操，所有建筑权限无法下达，只能领主一个人操控建筑、部署、修复等，但建筑效果会获得大幅增幅。3. 天道赐福效果，天眼之魂，当激活天眼套装后方可显现。陈凡眼睛微微眯起，思考再三后，他选择了第3个，毕竟没有人能拒绝套装的魅力，虽然暂时还用不到。紧接着，在天眼阵升至20级后，墙壁上那个由无数阵纹组成的大屏再次缓缓浮现出一行字：正在传输中，传输进度1%，传输进度100%，传输完毕。共外接建筑数量为47万座，剩余容量53万座，总容量为100万座。下一刻，大屏上的这行字缓缓消散，开始缓缓浮现出永夜大陆的外貌以及周围海域、新大陆、护翼大陆的外貌。这是外接了天眼沙盘后获得了梵域如今所有的鬼皮地图。紧接着，一堵堵城墙，一个个鬼火，一座座建筑、铜管轨道等，所有建筑清晰浮现且标注在大屏上，包括鬼皇95，因为身上携带了定位阵法，此时能清楚地看到一个标注着鬼皇95的绿点，正在海里快速移动，目标直至暗星大陆。不错，陈凡见状忍不住咧嘴笑了起来。无论是信息密集度还是外在显示等，都比之前的天眼沙盘强了不少。万岁！他招手唤来一旁的参谋阁阁主，对万岁下放了使用天眼阵的权限后，便离开了参谋阁。片刻后，站在城墙上的陈凡望向怀里剩下的那2个紫色异宝，异宝名称异兽之心，异宝品级紫色，异宝效果异兽服用后会进化，异宝名称通天藤蔓，异宝品级紫色，异宝效果特殊鬼值，可抑制笔直生长。培育该鬼值需不断投入鬼石，投入鬼石越多，生长速度越快，生长高度越高，高度无上限，可持续生长。陈凡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前者不用多说，就是让异兽进化从而变更强的一种进化材料。这个东西只有一个，理所当然肯定是卫卫的。后者则是用来探索陨落天穹的常规办法。随后，他来到江北防线，站在城墙上，看着王奎刚送来的4个黑暗科技原点，开始消费。下一刻，黑暗科技树上军事分支的一个黑暗科技被瞬间点亮，黑暗科技名称哨塔异化，黑暗科技品级5，黑暗科技类型军事加成，黑暗科技效果安置在领地范围内的哨塔，有效探测范围将延伸至1000公里，可精准检测到该范围内的所有生物、通天柱、非洲等，并会为梵域所发射的通天柱进行持续定位引导，所需消耗黑暗科技原点2点。有了这个黑暗科技后，梵域的防空体系算是补齐了最重要的一个缺口。在点亮这个黑暗科技后，新的黑暗科技缓缓浮现出来。黑暗科技名称玄武异化，黑暗科技品级5，黑暗科技类型军事加成，黑暗科技效果玄武炮灰异化，并可外在城防建筑，所需消耗黑暗科技原点2点。陈凡眉头微微皱起，哨塔异化他很清楚的知道是什么意思，但玄武异化他就有点看不明白了。玄武炮
4大神炮之一，但主要是用来合成天道炮。当有了天道炮之后，玄武炮他已经很久没用过了。虽然玄武炮的永久锁定很厉害，但实在是很难让敌人进入玄武炮的攻击范围。天道炮最厉害的不是它威力，而是它无论搭载在通天柱上，还是部署在敌方大陆上，射程都足够远。先点亮再说，哪怕这个黑暗科技是狗屎，它也得先点亮。在消耗了2点黑暗科技原点后，玄武异化这个黑暗科技被再次点亮，让他看见了下一个军事黑暗科技信息。黑暗科技名称：天道炮异化。黑暗科技品级5。黑暗科技类型：军事加成。黑暗科技效果：天道炮的开火消耗会降低1半，且可额外多获得一个天道赐福效果。所需消耗黑暗科技原点3点，这个不错。陈凡眉头轻挑，开火消耗降低1半，这个效果是很实用的。他算了下，在其他减少消耗的效果多重加持之下，他的一发天道炮只需2.25亿枚鬼石，不错。陈凡笑了起来，可惜现在手里只有一个黑暗科技原点了，暂时无法点亮这个黑暗科技，等下次的吧。先去看看那个玄武异化是什么意思。一炷香后，陈凡站在江北防线上，面无表情地望向城墙外那个巨大的玄武，他终于明白这个玄武异化是什么意思了。原先玄武炮轰出来的玄武是虚幻玄武，无法被攻击和选中，并永久锁定敌人。被异化后的玄武炮轰出来的玄武不再是虚幻玄武了，而实体玄武。就像现在城墙外趴着一个巨大的玄武，仅只是望去便能感觉到极深的厚重感。实体玄武的防御不仅极强，约莫相当于7、8级城墙的强度，还外在很多城防建筑，比如是神炮、天道炮等。不过虽然威力同样不小，但并不能像部署在敌方大陆城墙上的天道炮一样贯穿整个大陆。直白点来讲，这是一个大型坦克，属于绝对顶梁的地面部队。至此，这次冯奇亚大陆的收获基本上算清点完毕了。另外一边，鬼皇95已经缓缓登陆至暗星大陆了，并有些茫然地望向前方，懵逼在原地久久不语。这一路上他脑海里都在演练着投靠时该说的台词，但当他看见面前这一幕时，却有些懵逼地僵在原地。只见前方遍地鬼物尸体，地面上流淌着幽绿色的液体，一个个巨大的鬼皇在满地尸体中不断来回穿梭。与此同时，大批鬼物正在挖掘地面上鬼物尸体里的鬼石。很明显，这座大陆上刚刚经历了一场大战，地面布满裂隙。而此时，这座大陆上所有存活着的鬼物齐齐偏头望向他，眼神里的嗜杀和漠然令他不寒而栗。暗星族的援军，其中一个鬼皇望向他，缓缓道：“有点意思，既然来了，就给暗星族一起陪葬吧。”下一刻，刚刚完成登陆，身上水还没干的鬼皇95没有丝毫犹豫，扑通一声跪在地面上，高吼道：“敢问可是天族？”鬼皇95特来朝拜。眼前的情况很简单，鬼族中的内战，鬼族彼此之间的内战，往往只会发生在抢占一座大陆的时候。换句话说，就是需要有利益才会开战。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要打，但这片海域里实力强大、距离3级鬼族只有一步之遥的种族只有3个，一个被樊玉灭了，一个是这座大陆原本的暗星族，剩下的就是天族。所以他几乎很快便反应过来，还站在这里的鬼物是天一族。这个从战争泥潭出来的鬼族果然不容小觑，不声不响的就灭了一个几乎和自己同地位的鬼族。这个鬼皇停在原地，有些微微古怪道：“你知道我们是天族？七皇，你让老大来看看。”是杀是留？是。身旁一个鬼物快速从怀里掏出一颗石头，跪在地面上的鬼皇95，此时在一众鬼物监视下，根本不敢有多余动作。很快，一个身高足10几米的鬼尊在一众手下的陪同下缓缓走至他前方，也没讲话，只是安静地俯视着他，像是能洞察他的内心般。低下头的鬼皇95心里渐渐浮现出一丝绝望，他觉得自己好像有点回不去了。他突然有点怀念他的护翼大陆，怀念每天看看报喝喝茶的日子，虽然有些平淡，但内心极其满足。鬼皇95良久后，是天族的鬼尊才声音沙哑的缓缓道：“你说你是来朝拜是天族的？”是。鬼皇95硬着头皮开口道：“本次行动在是天族内是绝对机密的，你是如何知晓我们会来暗星大陆的？”鬼皇95沉默了许久后才沙哑道：“其实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我只是听闻最近这片海域有一个势力名为樊玉，势头很猛，灭了冯奇亚大陆。前些日子，手下人看见有一艘樊玉探索非洲路过我原本所在的大陆，我怕樊玉找到我们，便想着去投靠一个比较强的鬼族，以应对接下来的危机。所以我此趟的目标其实是来投靠暗星族，只是没想到会看见这一幕。暗星族、是天族、独眼族虽然都是这片海域里最强大的3个鬼族，但能灭了暗星族的，肯定只有是天族有这实力。毕竟这片海域所有人都知晓，是天族是从战争泥潭里出来的，实力不容小觑，乃这片海域最强。站在原地的是天族鬼尊，眼神漠然的不急不慢道：“既然你如此认可是天族，为何投靠第一站会是暗星族？因为我们太弱了，我们总共只有10几个鬼皇，一个鬼尊都没有。想着去了是天族，是天族可能不会收我们，就算收了，也不会有太好的待遇，毕竟不缺我们这点鬼皇。暗星族不算太弱，但我们去了，说不定能有个不错的待遇。”鬼皇95言语间极其真挚，那声音微弱中夹杂着一丝恐惧，令人极其信服。是天族鬼尊没再讲话，只是良久后突然轻笑出声：“世人常念是天族威风，于是便有了惧怕，哪怕投靠，也常常不会将是天族当作第一投靠目标，只因觉得是天族不缺这点，名声反而成了累赘。起来吧，眼前一幕你也看见了，此后这片海域再无3大种族了，只有2大种族，是天族和独眼族。暗星族已被我等除名，下一站便是独眼族。”
刚经历过一场大战，确实有不少损耗，有了鬼皇95的加入，也能弥补一点。鬼皇95低头轻呼了一口气，目前来看命是保住了，只是他先是跪地高呼了一声叩拜鬼尊，随后还是忍不住有些不解的迟疑开口道：“鬼尊，有一事。”95有些不解，这座大陆是暗星族所占领的，是天族是无法占领这座大陆的，为何会有此一事？好问题。是天族鬼尊冷笑了一声，双手背负在身后远眺天边。你可知战争泥潭？知道一点。鬼皇95试探性的开口道：“据说是3级大陆和3级种族才有资格参加的古战场，极其惨烈，每时每刻都有新的势力加入，也有势力落败。莫非是天族之所以从战争泥潭里落败，是因为暗星族在后面捣的鬼？差不多吧。”是天族鬼尊像是回想到了什么，面色有些难看。以前我不是这片海域，昔日是天族刚刚晋升到3级种族，便第一时间去了战争泥潭，准备一展雄风。一番激战后，是天族战败，跌落2级种族，其中一个对我们动手的大陆就名为暗星大陆，而这鬼族又叫暗星族。我早就想灭他了，这名字就叫得不吉利。再加上冯奇亚大陆已经空了出来，只要占领冯奇亚大陆，是天族便能重回3级种族。恰逢我收到消息，暗星族也已开始动员，到手的果子怎么能让暗星族吃了？你说有没有打暗星族的必要？鬼皇95听明白了，就是怕抢肉吃。随后眼里闪过一阵亮光，有些微微急促道：“那我们要不要快点？万一独眼族抢在我们前面就不好了。”是天族鬼尊有些满意的望向鬼皇95，眼里满是笑意。怎么想成为3级种族一员了？那自然。鬼皇95有些尴尬低下头。那等会你可敢率你部下上阵冲锋？义不容辞。鬼皇95面色严肃的沙哑道，拳头用力砸向胸口。好。是天族鬼尊看了眼身后才开口道：“目前还在清点战场。”这样，他沉思了一会儿后继续道：“你先带着你的部下去暗星大陆北部沿海那片区域休息一下，等出发时我再联系你。”好嘞。鬼皇95当即屁颠带着一众鬼潮朝暗星大陆北部沿海区域赶去。鬼皇95这边事情进展得很顺利，而在永夜大陆繁育参谋阁内，因为世天大陆是个海胆型大陆，凸起的地方极长，不太好部署天道炮。参谋阁阁主万岁便汇报着自己对世天大陆作战计划。就在这时，只见天眼阵大屏上那个象征着鬼皇95的绿点已经成功登陆暗星大陆，并且没停留多久，便开始朝北部沿海区域赶去，并传回一则消息。消息很快以文字形式浮现在大屏上，这里是鬼皇95，出现意外情况，是天族率先出手灭了暗星族，此刻正留守在暗星大陆上清点战场收获，并安排我位于暗星大陆北部区域休息。在收到这则鬼皇95递来的消息后，参谋阁内众人纷纷面面相觑，良久后才忍不住有些无奈的纷纷摇头笑了起来。他们想了那么多计划，此时都做了无用功。海胆型的大陆不用管了，就算没有全军出动，剩下的一点也很容易被清理掉，只需在鬼皇95所休息的区域部署天道炮便可以了。传令后勤阁，准备动起来吧。陈凡也笑了起来，等这次结束后，我们就可以好好休息一段时间。目前为止，樊玉在这场战役里保持零伤亡，告诉大家都小心一点。我希望这场战役从头至尾都能保持零伤亡。崎岖岛上修建了大量墓坑，但我希望可以一直空荡如初，直至荒废。都动起来吧！是。很快，一则则调动命令从参谋阁下达出去。暗星大陆北部沿海区域，这里只有零零散散的鬼物尸体，显然不是正面战场。鬼皇95快速指挥手下原地搭起了几个巨大帐篷后，左右看了几眼，才小心翼翼地从怀里掏出一些鬼石，又望向樊玉交给他的传送阵摆放说明书，按照说明摆放着。半晌后，他才有些满意地望向自己打造出来的传送阵，应该就是这样了吧。下一刻，当最后一枚鬼石放上去的时候，阵纹被快速点亮，并不断散发着乳白色光芒。一个面色警惕的樊玉成员在白光中浮现在传送阵中央，抬头望向他。鬼皇95，正是。鬼皇95单膝跪地，缓缓低下头颅，沙哑道：“愿为樊玉抛头颅洒热血。我是樊玉后勤阁一组成员，传谕主令，你负责清空警戒北部沿海区域，为我们打掩护，执行部署天道炮计划。明白。”鬼皇95面色认真的点头应下。就在这时，鬼皇95突然像是感应到了什么，转头望向帐篷外，快速将这个从永夜大陆传送至此处的樊玉成员塞进角落里。紧接着，帐篷被揭开，一个身高10几米的鬼皇走了进来，上下打量了下帐篷内的环境后，才望向鬼皇95，笑着道：“这么快就搭好帐篷了？初来乍到，老大担心你孤单，特意让我来陪你聊一聊。实际上，老大担心鬼皇95跑了，毕竟嘴上说的好听，但谁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呢？老大是要鬼皇95他们当炮灰的，万一不想做炮灰跑路了怎么办？是天族此时兵力也损耗了不少，还真就稀罕这么一批鬼巢，特意派他来看着。不过当他注意到鬼皇95已经搭好帐篷，并将鬼巢在北部区域散开后，就放心了不少。是真的打算暂时扎营了？有心。鬼皇95起身挡在鬼皇面前，面色严肃道：“这边请，旁边帐篷里有我随身携带的一些美酒，稀罕货物，你我品一品。”这个鬼皇下意识舔了舔有些干燥的嘴角，咧嘴笑了起来。那就品一品。在两鬼离去后，躲在暗处的樊玉成员快速离开帐篷。刚走出帐篷，鬼皇95的军师便快步迎上来，将一个兵符递给樊玉成员手里。鬼皇95有令，身穿樊玉服饰之人手持该令，可随意调动所有鬼物，但凡听得懂人话的鬼物，都必须遵从其下达的所有命令。很快，一座传送阵被快速打造出来。外面是不是有点吵啊？帐篷内，这个是天族的鬼皇有些晕晕乎乎的望向帐篷外，含糊不清道：“我怎么好像听见有人说这里铜管还没
没铺设好什么的话，听起来像是人类说的话。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吗？鬼皇95微微一愣，他怎么没听见？随后再注意到这个鬼皇那一双扁平且外扩的耳朵后，隐隐明白了什么，用力一巴掌拍在这具鬼皇肩膀上，故作微醺道：“那个为酿酒做准备的。”这个鬼皇眼里略微清醒了一丝，有些愕然地望向鬼皇95：“你的意思是，你这些美酒不是从人类那里抢来的，是你们自己酿的？自然，我们不是鬼物吗？怎么会去酿酒？”你这话说的！鬼皇95扬怒道：“我们虽是鬼物，但我们不是傻子，和人类一样有手有脚有智慧。酿酒又不是一个多么复杂的事情，为什么我们鬼物不能酿酒？可酿酒不是需要粮食或者是水果吗？你们哪来的？我们在原先大陆上自己种的。你们身为鬼物去种地，鬼物不能种地，倒不是不能。”这个是天族鬼皇摇了摇头脑袋，显得有些迷糊，只是自古以来从未听说过，可能是我喝醉了，有些反应不过来。我问你，鬼皇95用余光示意站在帐篷门口的军师，让樊玉那边动静小点，才故作熟络的搂住是天族鬼皇。自古以来，我们鬼物是诞生于黑暗中，有智慧的不多。我们占领一座大陆，主要是完成种族晋升条件，而占领方式便是屠杀掉这座大陆上的所有生灵。这就导致鬼族没有任何生产力，只有破坏力，不会种地，不会酿酒。哪怕是天族，差一步3级种族的强大鬼族，居住环境是不是也就是勉强弄个帐篷，搭个小楼，顶天了集族群之力给老大弄个宫殿，下面的鬼巢直接睡在荒地上，别说酿酒了，拉完屎都不擦屁股的。是天族鬼皇有些迷迷糊糊的望向鬼皇95：“兄弟，我们是鬼物，不拉屎，而且能睡在荒地上已经很不错了。那些没有灵智从海底生成的鬼物，天亮后都是直接化作黑暗之气消散在天地间，永夜降临后才会再次凝聚出来。我的意思是……”鬼皇95面色认真道：“一个种族要想发展，不能只有破坏力而没有生产力，这样哪怕打下一个再大的地盘又有何用？你们是天族，如今打下不少大陆了吧？那些被你们所攻陷的大陆呢，都扔了吧？你们如果会种地的话，是不是可以在这些大陆上种地之类的？你想想，一整个大陆全用来种地，能产多少粮食，能酿多少酒？以后想喝酒，还需要等攻陷一座人类大陆之后才能喝吗？随时随地都能喝。”是天族鬼皇愣在原地，有些满脸茫然地望向鬼皇95，良久后才呢喃着：“你不像是个鬼物，你更像是个人类。你的这些想法，以前我从未想过。再换句话说，鬼皇95搂着是天族鬼皇肩膀开口道：“你这么拼命的目的是什么？让是天族晋升至3级种族，然后呢？然后杀回战争泥潭，一雪前耻？你做梦呢！”鬼皇95冷嗤道：“上次你们去战争泥潭都被人屁颠打回来了，这回你们重回3级种族，去了就能一雪前耻了。这次去了，怕是连逃走机会都没有，去了就被人当场像蚂蚁一样摁死。临死前，你才反应过来自己这一生看似风光无限，实则碌碌无为，甚至连酿酒都不会。你觉得这就是你的人生理念？你就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吗？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是天族鬼皇重复了一遍这句话，眼神渐渐涣散。他已经忘记老大让他过来是干什么的，不知是酒精作用，还是鬼皇95这一番话点醒了他。他突然发现自己好像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他一直以来认为极其坚定的目标，好像没有任何意义。他从一个鬼巢小兵奋斗到现在，难道就是为了死在某场战役中？你有名字吗？七皇，这算什么名字？这压根就是随便取的名字。看看我的名字，鬼皇95在人类文化中是极其高贵的2个词，你连一个独属于你自己的名字都没有，你活着有什么意义？那啥，是天族鬼皇下意识喉结滚动，咽了下口水。先不说这个兄弟，我好像听见你下面的人在说什么天道炮已经全部部署完毕了，这个也是酿酒所需的吗？我得出去看看，总感觉有些不对劲了。兄弟，鬼皇95也没拦着是天族鬼皇，只是起身端起那个巨大的酒杯，一口饮尽，深吸了一口气后才面色沙哑道：“一直以来，我都在思考我们鬼族的存在意义，在寻找鬼族的出路，如何能在这方天地找到一丝生机。如今这丝生机找到了，在你掀开帐篷的那一刻，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去找寻属于我们鬼族存在的意义。”此时已经意识到了什么，站在帐篷门口并未掀开帘子的是天族鬼皇，低头看了眼手里那枚漆黑的石头，这是他联系老大的传音石。半晌后，眼神里的醉意渐渐散去，低声呢喃着：“在你原先所在的那座大陆，除了你有自己的大殿之外，你下面的每个鬼，哪怕是鬼巢里的1级鬼物、炮灰一般的存在，都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吗？有，所有鬼都有。你们每天都在干什么？喝茶、看报、酿酒、种地，不担心会死吗？有人会护着我们，万一樊玉也护不住你们呢？连樊玉都护不住我们了，你觉得我们就算单干，能护得住自己吗？”是天族鬼皇没再讲话，他此时已经基本上知道发生了什么。如果他此时及时传信回去，或许老大能来得及跑掉，但他肯定得留在这里陪葬。如果在此之前，他会不经过任何思考，哪怕用自己的性命，也要传讯老大，让老大快逃。只是此时他突然在想一件事：为什么他们鬼族要过这种近乎流浪的生活？看似风光无限，不断攻陷一座座大陆，实际上和流民有什么区别？他们鬼族也可以种地，也可以酿酒。鬼皇95的出现，突然让他意识到，原来鬼物还可以这样活。这件事情近乎如晴天霹雳一般震碎了他的世界观。樊玉，是天族鬼皇低声呢喃了这2字，右手松开，任凭手里的传音石自由落体坠入地面，随后才猛地揭开帘子。只见远处密密麻麻鬼巢中央，一段段高达200米的石级城墙矗立在鬼巢中，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极其扎眼。一门门熟悉且令他畏惧的天
天道炮正安安静静地摆放在城墙上，樊玉旗帜飘荡在城墙上空。此时大批鬼已撤城墙后方，帐篷四周空空如也，不见一只鬼物，只有他和鬼皇95两人，以及3座极其巨大的实体玄武，不知何时将帐篷包围在其中，安安静静地趴在地面上。数十座20级的式神炮正将炮口对准他，炮管身上的纹路不断闪烁着红色光芒，准备随时开火。是天族鬼皇站在原地望向眼前这一幕，眼里并没有太多震惊，他可以听见很远的声音，有点类似于守夜人的自带天赋，不过距离要更远。他看见了一个男人，他已经很久没见过人类了。这个男人看起来有些孱弱，安安静静地站在一座玄武身旁，双手拄着一根翡翠手杖，面色毫无波澜，盯着他，瞳孔无光，像是在看一件死物一样。鬼皇95见过樊玉狱主，他听见身后传来膝盖重击地面的声音，也听见了鬼皇95的高吼声，这应该就是鬼皇95嘴里所说的一线生机了吧？投靠人类的鬼物，他第一次见，眼前这个男人便是樊玉狱主吗？真是气度不凡啊！这个是天族鬼皇深吸了一口气后，有些恍惚的双膝重重砸向地面。鬼皇向阳见过樊玉狱主，鬼皇95说的没错，他们鬼物诞生出来的宿命不是死亡，他们应该也有自己的人生，也有自己的梦想，以及也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名字。向阳希望樊玉真的是95所说的那个太阳。站在玄武身旁的陈凡，双手拄着翡翠手杖，面色漠然地望向跪在帐篷口的是天族鬼皇，以及旁边跌落在地面上的那枚传音石，停顿半晌后才平静道：95，带他下去。实习后，本次威胁欲清除计划最后一战启动。是。鬼皇95面色恭敬地应了一声，随后才急忙拉着这个有些喝多了的鬼皇，快速朝城墙后飞去。他是临时起意要策反这家伙的，一开始他只是担心对方那个顺风耳的手段泄露信息，说了一些对方感兴趣的事情。聊着聊着，他发现这家伙竟然真的在思考鬼族酿酒的可行性，以及真的向往他的目标。他觉得和自己是一路人，所以才临时起意想要将这家伙拉拢过来。这家伙也没让他失望，这样以后又可以多一个志同道合的人了。他太清楚李鬼族里都是些什么性格了，嗜血、狂躁、暴虐，像鬼皇向阳这种的不多见。实习后，部署在暗星大陆北部沿海区域的天道炮，在铜管的串联下齐齐启动。刹那间，炽热且蕴含着恐怖威势的光柱瞬间贯穿了整座大陆。鬼尊没有哪个2级种族的鬼物可以硬抗这种攻击，除非提前收到消息撤离而去。是天族这个号称在这片海域最强的鬼族，从战争泥潭里活着回来的种族，距离3级种族只差一步之遥的种族，就这样悄无声息的灰飞烟灭。没有惨烈大战，没有太长过程，当天道炮部署好的那一刻，这个故事已经便被画下了句号。到此为止吧。10级城墙旁站在原地，鬼皇向阳恍惚地望向这一幕，他知道是天族完了，从此之后再也没有是天族了。陈凡走至城墙旁，望向一旁的瘸猴，开口道：“让樊玉朝是天大陆发射先锋通天柱。”樊玉后勤阁成员携带玄武炮准备登陆，用玄武清扫是天大陆的剩余鬼物。没有了。鬼皇向阳摇了摇头，沙哑道：“是天族一直以来是全军出动，没有任何鬼物留守是天大陆。”瘸猴看了眼陈凡，陈凡没有讲话，只是摆了摆手。瘸猴瞬间明白朝远处走去，有没有？得樊玉亲自去看了才知道。狱主鬼皇95此时才有些忐忑地开口道：“他是天族原先的鬼皇，想弃暗投明，想加入我的养老一族。不知。”陈凡沉默半晌后，才突然笑了起来：“你亲自开口了，自然应你。剩下的清扫战场工作，樊玉接收了，你可以带着下面的人回家了。”明白。鬼皇95长松了一口气，随后才带着鬼皇向阳和一众鬼朝身后海域走去，准备再次游回护翼大陆。海面上，鬼皇向阳望向身旁海域里一众鬼朝，有些忐忑地开口道：“老大，我们现在是要回家了吗？”鬼皇95长松了一口气后，才笑了起来：“完事了，可以回家了。这次出行的主要任务就是清除这片海域里距离3级鬼族只差一步之遥的鬼族，带你去我家看看，看看我建设的怎么样，绝对比你们那个是天大陆要好。你们真的会酿酒？那还有假？可是酿酒对种族实力没有任何加持。你们当时为什么会研究这个？一定要做提升实力的事吗？人活着一定要成功吗？不成功怎么办？去死吗？”鬼皇95撇了撇嘴：“等去了护翼大陆你就知道了。你遇见我之前纯白活，那我去了需要干什么？先学会种地。5日后，呼哧呼哧，鬼皇95有些气喘吁吁地从海里爬上护翼大陆的岸边，终于游回来了。到家了。虽然日夜赶路有些累，但在踏在熟悉的土地和闻见空中熟悉的味道后，还是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向阳如何？他有些自豪地望向身旁的向阳鬼皇，而此时向阳鬼皇正将在原地望向远处那一幕，一眼望去遍地的油菜花和庄稼，再往远处望去，还能看见一座座高楼大厦。除此之外，还能看见在岸边有不少繁育非洲正在起飞降落，有人类在奔波。那边的高楼是繁育打造的，鬼巢数量有些多，要想确保每个鬼物都有自己单独的房子，这是很好的解决办法。鬼皇95眼里满是兴奋，在离去之前还没有的，当时还是我们自己修建的平房。5天前，狱主问我想要什么奖赏，我说我想要每个鬼物都有自己的房子。本来以为还要一段时间，没想到这才过去5天，就多了这么多高楼。向阳呆在原地，5天时间可以盖这么多楼吗？望向远处，隐隐还能看见不少巨鬼正搬运着石砖忙碌在其中，还在打造新的高楼。老大，我比较高，有10几米高，这个楼房一层好像没有那么高，个子高得住庭院。鬼皇95虽浑身疲惫，但此时却极其放松的一挥衣袖，高吼道
全军听令，都去洗澡。洗澡。向阳鬼皇有些懵逼，他第一次听说鬼屋要洗澡的啊，不然臭烘烘的。就在这时，鬼皇95怀里的传音符突然发烫，他熟练的从怀里小心翼翼的掏出一枚比他指甲盖都小的传音符，半晌后才咂巴着嘴。樊玉那边有新任务，让我们休整3日后前去挑衅者大陆将其占领，然后再让这座大陆被樊玉所占领。刷个流水，刷流水。鬼皇向阳彻底僵在原地，是天族一直梦寐以求的占领一座大陆，在鬼皇95嘴里就是可以轻轻松松刷流水的存在。占领一座大陆这么简单的吗？啊！鬼皇95耸了耸肩，随意道：鬼族只能占领人类所占领的大陆，而人类只能占领鬼族所占领的大陆。挑衅者大陆上的占领阵营是大陆，樊玉无法正式占领。我们过一遍手后，樊玉就可以正式占领了，包括那3座大陆：噬天大陆、暗星大陆、独眼大陆这3座大陆。等3年保护期过后，我们再去占领一遍，然后再交给樊玉占领，又可以拿一批鬼石，每3年轮换一次，源源不断。樊玉可因此获得大批鬼石。鬼皇向阳抬头望向95，喉间微微滚动，呢喃着：老大，那岂不是说明我们养老一族躺着就能成为3级种族？好像是这样。鬼皇95挠了挠头，你不说我还没往这一块去想，但无所谓了，2级种族、3级种族没啥区别。老大，鬼皇向阳眼里突然闪过一丝神采，倘若我们可以在樊玉前面晋升至3级种族，那我们肯定死得很快。鬼皇95有些感慨地拍了拍向阳的肩膀，看来你还是没有看清楚状况，我会慢慢教你的。向阳此时也意识到自己有些痴心妄想了，随后才继续道：老大，如果你立功了，樊玉对你会有嘉奖的。自然。鬼皇95撇了撇嘴，这么多高楼大厦不就是这次的嘉奖吗？我知道是天族和暗星族所占领的黑渊具体坐标，如果没有具体坐标，就算樊玉能找到这些黑渊，也是在很久之后了，而且那个时候说不定已经被别的鬼族抢先占领开采完毕了。鬼皇95眼睛顿时亮了起来，快说来听听。很快，他将这则消息传回樊玉，才乐呵呵地将向阳带回自己的庭院中。参观了一番后，向阳面色微微凝重地翻开庭院中摆放的樊玉史书。他如今对这个名为樊玉的势力确实颇为好奇。不知过去多久之后，向阳才将手里这本已经看完的樊玉史书合拢放在一旁，有些恍惚地远眺天边。他此刻已经差不多了解了樊玉这个势力，这是一个才崛起了不到10年的势力，10年崛起速度之快，堪称罕见。而一路走来，仿佛是手持主角剧本一样，关关难过关关过，事事难成事事成。任何一个人在看完樊玉史书后，内心都会下意识地升起一种不想和樊玉对抗的想法。而鬼皇95此时也再次看完了一遍樊玉史书，又抱起旁边的樊玉日报，还有这是樊玉一统永夜大陆后发布后，很多事情史书上没记载的，你看看。此时他就像是一个给朋友安利好东西的人，显得格外热情。向阳又开始翻阅旁边的樊玉日报，在看完所有日报后，天已经黑了，永夜如期而至，只有岸边大批鬼火撑起了一批金色保护罩，继续开采着护翼大陆海底的废墟。而他也终于明白了，鬼皇95为何在面对樊玉的时候生不起一丝反抗之心了。这能生起反抗之心就见鬼了。先休息，3天后带你去挑衅者大陆，那是樊玉上次打下来的一块地盘。明天带你认识认识我的老部下，都跟我很久了，生死之交。独眼大陆，这个樊玉第一个正式征战的一族大陆，此时正在有条不紊的扫荡清点工作之中。商格的非洲早已抵达，正搭载着腐蚀雕塑，收集着鬼石和掉落异宝等。一开始没有非洲，用的是异兽，让异兽扛着腐蚀雕塑。当非洲赶来后，也就用不上异兽了。只是有一个小小的吞天鳄好像被遗忘了，在角落里，一个不到半米的娇小吞天鳄正艰难地扛着一座巨大的腐蚀雕塑在荒原上移动着，身上原本还没硬化的鳞甲布满裂缝，那是长期超负重工作所造成的。正是扣扣，大家在忙碌的时候，扣扣也想帮忙，但扣扣毕竟年幼，只能背一个腐蚀雕塑，也帮不上什么大忙。为了不扫扣扣的心，陈凡便让他背着一个腐蚀雕塑到一边玩去。只是扣扣此时像是陷入了一种完全投入的状态，已经忘记了狱主的任务，也忘记自己在哪座大陆，更忘记了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吃好吃的，也没有喝水了，只记得自己要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走，终点在哪？他不知道，哥哥或许正在终点等着他。阿 T 噬天大陆上，趴在地面上的魏魏打了个重重的喷嚏，总感觉自己好像忘了些什么，但很快又甩了甩脑袋，望向手里的异兽之心，这是老大给他的奖励，奖励他在这次战役中的付出，说服用后可进化。没多想，便一口吞下这个红色的榴莲。下一刻，他只感觉一道宛如岩浆的热流在体内快速流淌，来得极其粗暴，还不等他有过多反应，就这样晕厥过去，被身旁的异兽紧急送回樊玉。无碍药王谷的宗主前来检测一番后，才下了定论，正在类似于冬眠的状态，这个时候不宜打扰，等他自己苏醒就好。说罢，在和樊玉成员做完交接后，才朝无名山走去。魏魏的父母在这次战役结束后，便正式进入待产，待在异兽培养屋里，他负责接生。如果此前吞天鳄在樊玉地位高，是因为魏魏资历足够老的缘故，那现在吞天鳄就属于樊玉的战略异兽。利用吞天鳄的大卫代加传送阵的组合，可快速做到超远距离资源运输。虽然代价较大，一次性也不能运输太多，但也足以了。至少目前为止，他们没找见，也没看见哪个大陆有这种超远距离资源运输的手段。至此
此，陈凡在思考接下来的作战计划。樊玉上下各司其职，微微陷入休眠进化，为父母安心待产，整个世界有条不紊。而扣扣就这样被遗忘了，已经没人记得有一条小小的吞天鳄在狱主的命令下，扛着腐蚀雕塑趴在独眼大陆的荒原上。扣扣的速度太慢了，那片区域早被樊玉的非洲清扫过，也就意味着扣扣的四周和前方已经没有一枚鬼石了。这片区域已经被定位清扫过区域，也看不见任何一个樊玉成员，成为正儿八经的荒原。而已经数日未进食未喝水的扣扣，如果继续被遗忘下去，或许会成为永夜大陆第一个被累死的幼年吞天鳄。很好，永夜大陆参谋阁内，陈凡望向天眼阵大屏上被新点亮的3个黑渊图标，神情满意的笑了起来。这是鬼皇95告诉他的具体坐标，隶属于是天族和暗星族的黑渊。至于独眼族的黑渊在哪就不知道了。后秦阁已派出人手前去准备开采这2座黑渊。就在这时，暗阁阁主少秋推开参谋阁大门，快速走进来，沙哑道：“狱主，下面人通过信号塔监测到了新情报，距离原冯奇亚大陆附近的一座大陆，名为都彭大陆，位于西边1700公里的位置，于昨日成功探索到一座无主稀有岛屿，具体岛屿名称并不知晓。”都彭大陆，陈凡眼睛微微眯起，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个大陆上次过来献过贺礼，祝贺樊玉晋升至2级大陆。他这些日子虽然前线有战役，但后方商阁探索队也并未停过，而这座所谓的无主稀有岛屿，很有可能就是原冯奇亚大陆所拥有的稀有岛屿。都彭大陆可能早就知道这件事，一直在观望。见他迟迟没去占领这座沦为无主的稀有岛屿，应该是不知道这座岛屿的坐标，也没探索到，便抢先占领。这可不行，这是虎口夺食，刚好和那件事一起办了。瘸猴传音外宣阁，联系所有2级大陆，3日后聚在都彭大陆上商议要事。是位于挑衅者大陆西边1700公里的一座稀有岛屿上，梅花岛。都彭大陆的大陆之主正满脸喜色地站在悬浮在半空的非洲甲板上，俯瞰着下方的大批梅花树，从高空俯瞰而去，那些梅花中央形成了数行小字：梅花岛成功被占领，占领势力都彭大陆，占领人都彭大陆大陆之主3旗。不错，他满意的点了点头。自从冯奇亚大陆被灭后，他就眼巴巴地盯着这座稀有岛屿很久了。他一直在等樊玉来占领这座岛屿，但都过去这么多天了，樊玉也没来，说明樊玉根本不知道这里有座稀有岛屿。既然樊玉不知道，那就是他们都彭大陆了的。就在这时，身旁心腹快速上前，在耳边小声道：“尊主，樊玉那边通知所有2级大陆，在3日后聚面商议要事，商议地点是我们都彭大陆。”男人脸上的笑意缓缓僵住，没有任何提前商量，也没有通知，地点就定在他们都彭大陆了。在收到这则消息的一瞬间，他就明白樊玉收到消息了。良久后，他长叹了一口气，有些无力道：“回樊玉，会全力配合。”很明显，这个稀有岛屿和他缘分尽了，樊玉可不会无缘无故的将聚面地点定在都彭大陆，必有缘由，这是在敲打他。可惜了，他们大陆好不容易才拥有第一座稀有岛屿的。3日后，都彭大陆一间会议室内，陈凡坐在椅子上，将手杖放在桌子上，笑着道：“今日主要是商议一下大家日后的共同发展，咱们这片海域也应该有个名字，一直没名字也不好，我起个名字吧，就叫问天海域如何？问一问这上天，永夜何时结束？好名字。”好猫大陆的大陆之主第一个面色严肃的表态，这片海域确实也应该有个名字，而有资格给这片海域命名的也只有樊玉了。这名字不错，有嚼头，不错不错。其他大陆之主也纷纷表态，这片海域一直以来其实都有名字，不过各家有各家的叫法，并未统一。虽然没人知道陈凡为什么要突然给这片海域定个统一名字，但不重要，没人再会在这种无关痛痒的事情上得罪樊玉。最近樊玉的风头实在是有点太盛了，也不管这名字好不好听。既然樊玉想叫问天海域，那就叫问天海域，你哪怕叫樊玉海域，也无人有意见。好，陈凡颇为满意的点了点头，继续道：“在名字这一块我们已经达成了共识，那接下来要说的内容是本次会议的核心商讨点。首先，我们共同的敌人鬼物，哪怕现在很多大陆也在每时每刻遭受着鬼物的入侵，其中还有像暗星族、是天族这种距离3级种族只差临门一脚的鬼族，我想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讲都是极大的威胁吧。或许诸位并不知道，在3日前，樊玉清除了暗星族、是天族、独眼族这3个问天海域里，距离3级种族只差一步之遥的鬼族，这不仅仅是为了樊玉，也是减轻了各位未来所需面对的风险。多谢樊玉。其中一个大陆之主急忙起身，这份大恩我等都会铭记在心。呵呵，陈凡笑了几声后才继续道：“一次性清除3个鬼族，樊玉近些日子的军费开支倒是有些超标了。既然清除问天海域鬼族不是我们樊玉一个人的事儿，那各位或许也可以出力。”一时间，招待室内的一众大陆之主纷纷沉默在原地。明了了，这次的会议主题彻底明了了。开口索要。很快，好猫大陆的大陆之主再次率先开口道：“这3个即将晋升至3级种族的鬼族，一直是我等大陆的心头之患，不过一直没有实力清除。樊玉此举确实是造福了整个问天海域，于情于理，我们都应该出点力，有钱出钱，有人出人。战役已经结束，我们好猫大陆能做的就是为樊玉补上一点军费，50亿枚鬼石奉上，那樊玉就笑纳了。”陈凡有些满意的望向好猫大陆的大陆之主，这家伙有点太识趣了，他喜欢这么识趣的人。很快，其他大陆的大陆之主也都想明白了，这钱给确实不亏，这钱该给。有了50亿枚鬼
鬼石这个打样后，后面的人纷纷表态，都是50亿枚鬼石的军费送上。站在陈凡身后的王奎快速在本子上记录着，总共12个大陆之主，600亿枚鬼石到账了。好，陈凡点了点头。第二件事，我们已经完美达成共识了。接下来是第3件事，问天海域里距离3级种族只差1步之遥的鬼族已经被全部清除了，但还有不少距离3级种族还差2步之遥的鬼族。樊玉即将执行第2计划，釜底抽薪，清理掉这些鬼族。只是这军费，毕竟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一众大陆之主再次陷入沉默，尤其是黑鬼大陆的大陆之主，那个蜀国国王，此时丁卓手里的权杖眼里满是茫然。他们黑鬼大陆以贸易起家，辛辛苦苦1年的利润也就数百亿枚鬼石。然而陈凡张了张嘴，就到账了600亿枚鬼石，而且不出意外，很快又要到账600亿枚鬼石。好猫大陆的大陆之主再次第一个开口，我愿为樊玉第2计划釜底抽薪，再次奉上50亿枚鬼石的军费支持。其他大陆之主虽然有些头皮发麻，但还是强行挤出笑容。我等亦是如此。站在陈凡身后的王奎继续默默记账，又到账600亿枚鬼石，加起来总共1200亿枚了，已经超过冯奇亚大陆的总收获了，而且没有开一发天道炮，只是动动嘴皮子。甚好。陈凡再次笑了起来，看来这第3件事我们大家也达成了共识。还有第4件事，直白点讲，他从怀里掏出仅剩的那粒黑暗科技原点摆在桌子上，这是黑暗科技原点，想必各位都知道，只要完成2级大陆的隐藏天道赐福便能获得一个，但是诸位暂时用不到，只有寻到拥有黑暗科技树的稀有岛屿才能使用。我希望大家可以将手里的黑暗科技原点暂时借给我，这不是索取，樊玉会还的，并会记下大家的恩情。万一以后在战争泥潭相遇了，大家便知道樊玉恩情的含金量了。一众大陆之主再次沉默在原地。虽然大家知道这是鸿门宴，但鸿门宴好歹还能有点菜，你这鸿门宴是一点菜都没有，纯鸿门啊，是不是多少有点干巴了？要不先演一演呢？一时间，不少大陆之主嘴角都不由抽了抽。樊玉甚至不愿说买，而是用了借这个字。黑鬼大陆的大陆之主更是暗叹了一口气，以前樊玉还跟他们买的，现在直接开口借了。他突然发现，贸易的本质是实力，在拥有足够强的实力后，贸易将会变得极其简单。4个，还没等众人开口讲话，好猫大陆的大陆之主便从怀里掏出4个黑暗科技原点摆在桌子上，这是好猫大陆的4个，献给樊玉。其他人纷纷有些懵逼的望向好猫大陆，他们突然有些怀疑，樊玉是不是暗中许诺好猫大陆什么？也太积极了一点，而且谁出门会随身携带这玩意儿啊？此次出门本就打算将这4个黑暗科技原点献给樊玉，好猫大陆一直没条件使用这个异宝，留着也没有，想着不如献给樊玉，没想到玉主你刚好需要。好猫大陆面色显得极其诚恳，他和撒哈拉大陆之主是唯二知道，永夜大陆马上就要晋升至3级大陆，所以在他眼里，樊玉就是个3级大陆。这样去想的话，就能理解他的态度了。没人会忤逆一座3级大陆所说的话，至少他不会。陈凡也有些微微懵逼的望向好猫，这家伙态度转变得这么快吗？他从这家伙身上看见了95的影子，整得他都有点不好意思了。他摆了摆手，身后瘸猴上前收下这4个黑暗科技原点。世界，陈凡再次强调了一遍，黑暗科技树需要用黑暗科技原点点亮，但黑暗科技树是有上限的，点满后再获得的黑暗科技原点就没用了，到时候会悉数归还，并且这份恩情樊玉确实会记住，日后有危难，比如有高级鬼族入侵，或者有任何危机的时候，樊玉都会出手。他完全可以慢慢获得黑暗科技原点，比如通过贸易等方式，但这东西就是在前期才值钱，等进入战争泥潭的时候，其他3级大陆的黑暗科技树只点亮了2、3个，而他已经近乎全部点满了。这种碾压是一种绝对的碾压。其中一个大陆之主硬着头皮开口道：“狱主，我们大陆没有任何黑暗科技原点。”真没有了。前几日，黑鬼大陆高价收购了我们大陆的所有黑暗科技原点。黑鬼大陆的大陆之主面无表情地抿了一口茶。身为蜀国国王，他在察觉出樊玉需要黑暗科技原点后，就高价买了几个黑暗科技原点，准备日后和樊玉交易，或者是送礼。以10亿枚鬼石一个黑暗科技原点高价买来的，只是现在看起来好像砸手里了。深吸了一口气后，才沙哑道：“黑鬼大陆共有6个黑暗科技原点，无偿献给樊玉，但没有随身携带。回去后，我会亲自安排商船送到樊玉。投资就是这样，10个项目9个黄，有亏有赚很正常。”紧接着，其他大陆之主也纷纷表态。王奎默默地在本子上记录着总收获27个黑暗科技原点，狱主人缘真好。紧接着，他又安排的其他事务，帮助几个大陆尽快完成隐藏天道赐福，从而获得更多黑暗科技原点。在安排完这些后，他突然又补充了一句：“对了，如果可以的话，在接下来的2年内，尽量别晋升至3级大陆，我会害怕。2年后，只要诸位条件全部满足，随便晋升。”话音落下，招待室内的一众大陆之主先是微微一愣，随后突然反应过来，眼底深处闪过一丝骇然。陈凡这话的意思是，2年后永夜大陆便能晋升至3级大陆。都鹏大陆的大陆之主倒是没说什么，他还真心痛自己的那座稀有岛屿。陈凡压根没和他说，就给那座岛屿定了归属权，着实有些霸道。但这2个字他是无论如何都不敢说出口的。很快，这场会议结束了，大家都颇为默契，无论任何提议都能快速形成共识。诺，人类的共识其实挺简单就形成的，谁说七人八嘴的，根本都是假的。那这次会议到这里基本上就完美结束了，我们也算是形成了一个同盟。各位还有什么提议吗？有。好猫大陆之主深吸了一口气后起身道：“
陈玉主，我觉得不如我们绑定的更深一点。外面的世界还很大，未来的危机还很多。我建议我们正式形成同盟，不同大陆之间建立稳定的贸易交流线路，彻底将这片海域的大陆都联合起来。我相信樊玉去了战争泥潭也不是俗人。到时候如果陈玉主你愿意卖点大陆核心给我们，我等也能晋升至3级大陆。以你为首，10几个3级大陆的联盟，无论是其他大陆的入侵，还是鬼族的入侵，都有一定力量。而且每座大陆的特产和产出图纸都不一样。如果真能联合起来，利大于弊。话音落下，一众大陆之主纷纷若有所思起来。樊玉今日所做的所有事情，其实是在吸血，吸他们的血。但如果樊玉真能愿意给他们大陆核心，反哺他们，让他们晋升至3级大陆，这可是大机缘，让他们自己来，这辈子还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机缘，而且还能抱樊玉大腿，这就很赚了。可以，陈凡笑了起来。不瞒各位说，自从上次知道了各位大陆的坐标后，樊玉就派出大量绝地傀儡，在海底挖掘通向各个大陆的隧道。过些日子会彻底竣工，永夜鬼物肆虐，我们同为人类，自当互帮互助才是。这也是他所想的。会议结束了，整体很顺畅，没听到一个反对意见。会议圆满成功。散场后，陈凡单独留下了都鹏大陆的大陆之主，笑盈盈道：“听说冯奇雅有座稀有岛屿在你们大陆附近。什么冯奇雅大陆的稀有岛屿？”都鹏大陆的大陆之主面色认真道：“那是樊玉的稀有岛屿，我担心被鬼巢占领，就先收入囊中。”正准备献给樊玉，有心了。陈凡感慨地起身道：“樊玉会记住你的付出的。瘸猴，你安排人去那座岛屿上看看，你也尽快将这座岛屿改为无主状态，等其他大陆的人按计划前来占领。”遵玉主令，陈凡甚至都没去那座稀有岛屿看看，只是让下面人将这座岛屿的信息给他送来，便马不停蹄地通过传送阵快速赶回无名山。他有事要忙，加上之前剩下的一个黑暗科技原点和这次获得的，总共有28个黑暗科技原点。陈凡站在江北防线上，望向灵魂深处永夜领主面板上那个只能看见下一个未点亮的军事分支黑暗科技，低声呢喃着：“28个黑暗科技原点，够给军事这一列拉满了。”他望向那个未被点亮的军事分支黑暗科技，黑暗科技名称：天道炮异化，黑暗科技品级无，黑暗科技类型：军事加成，黑暗科技效果。天道炮的开火消耗会降低1半，且可额外多获得一个天道赐福效果。所需消耗黑暗科技原点3点。深吸了一口气后，才消耗了3点黑暗科技原点。点亮，今日任务消费点满。与此同时，位于永夜大陆南部1829公里的绝望大陆，这座1级大陆和永夜大陆已经建立起了贸易关系。从樊玉采购了不少类似于噬魂雕塑这种决定性的建筑，从而整体实力大幅提升。此后再无防线被攻破，内部气氛也越来越好，再无绝望情绪，反而对未来充满向往。这一日，绝望大陆西部镇鬼6号防线负责人王丈八正笑呵呵地站在城墙上，望向天边迎着黄昏10几艘缓缓飞来的樊玉飞舟。这些日子他们已经混熟了，新的货物又到了。当飞舟停在地面，他习惯性的带人上去接应时，却没有听到往日那熟悉的笑骂声，没听见那个樊玉州长骂他老王八，而且飞舟上还隐隐弥漫着淡淡血腥味。他微微一愣，眼里闪过一丝不好的预感，快速爬上飞舟。眼前一幕令他僵在原地，飞舟甲板上满是血迹，那一个个熟悉面庞的樊玉成员正矗立在甲板上，脸颊上勾勒出一个诡异的笑容，身上不见伤势，但鲜血却滴滴答答的从指尖流出，落在甲板上。他下意识望向四周，10几艘非洲军士如此，无一人幸免。他颤颤巍巍地从怀里掏出传音符，准备联系樊玉，将这里的事情快速反映上去。然而下一刻，所有仿佛被钉在甲板上的樊玉成员身子发出阵阵击扩声，转头望向他，那诡异的笑容在黄昏的天色下显得极其刺眼。他好像听见了笑声，那笑声在他脑海深处响起，他只觉得自己意识渐渐模糊。意识消散的最后一刻，他感觉到自己的嘴角好像被强行挤出了一个诡异的弧度，温润的液体从他指尖划过，滴答滴答滴滴答的落下。绝望大陆岸边，跟着王丈八身后的手下见自家老大登上非洲后迟迟没有动静，正有些疑惑的考虑要不要上非洲看看，紧接着便看见老大出现在非洲甲板边缘，望向他们，脸颊上挂着一抹诡异的笑容，耳边隐隐能听见滴答滴答滴滴答的声音。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便感觉意识渐渐消散。意识消散前的那一刻，他们感觉自己的嘴角被一股巨力强行扭曲在一起。很快，如病毒传染般，这些人朝防线走去，毫无防御的防线，城墙大开，任凭这些人走进防线，所过之处如急性病毒般飞速传染。渐渐的，这座防线原本嘈杂的声音，临近黄昏的奔波声，后厨起火生火的声音都渐渐消散，变得极其寂静，只有脚步在地面移动的沙沙声。一眼望去，数十万个脸颊上带着诡异笑容的人，正如潮水般朝大陆深处涌去，所过之处皆是如此。绝望大陆西部镇鬼6号防线正式宣布告破。永夜大陆江北防线，陈凡此时正望向黑暗科技树上的下一个军事分支黑暗科技天道炮异化。这个黑暗科技它已点亮，从此之后天道炮的开火消耗可降低1半，并可额外多获得一个天道赐福效果，还有25个黑暗科技原点。继续，黑暗科技名称：灵能炮异化，黑暗科技品级无，黑暗科技类型：军事加成，黑暗科技效果对无实物、虚幻鬼物所造成的伤害大幅加持，所需消耗黑暗科技原点
3点。他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目前为止，他没见过无实物的鬼物，他所见的鬼物基本都是有实体的。无实物鬼物是什么意思？真正的鬼，倘若和虚幻玄武一样，是彻底虚幻的，那岂不是能轻易穿过防线？灵能炮，陈凡低声呢喃着，还没见过这门炮，倒是浪费了一个黑暗科技。这个黑暗科技是用不到了，浪费不了。站在身后的王奎悠悠道：“狱主，我前些日子不是和你说，从挑衅者大陆收集上来的建筑蓝图都放置在了1号仓库，等着狱主你去视察。其中有一张建筑蓝图就是灵能炮，狱主你不会给这件事忘了吧？”自然没忘。陈凡面色平静地拄着翡翠手杖朝城墙下走去。我先回去一趟。1号仓库，陈凡开始挨个查看从挑衅者大陆收上来的建筑蓝图，很快便找到了灵能炮，一种极其特殊的炮塔，蓝色品级，品级不低，仅比紫色低一级。效果很简单，只有一个，就是能且只能对无实体鬼物以及虚幻鬼物造成伤害。他又回到江北防线上，很快便消耗了27万枚鬼石，打造了一座灵能炮，并将其一口气升至20级。20级效果是在无实体和虚幻鬼物进入射程范围内时，炮塔会闪红且自动锁敌。相关黑暗科技，灵能炮异化，对无实物、虚幻鬼物所造成的伤害大幅加持。这回这个黑暗科技不算浪费了，而且也算是为他上了一个保险。此前他虽然从来没有遇到这种鬼物，但倘若真遇到了，在没有这个炮塔后，确实有些棘手。在做完这一切后，陈凡才望向剩下的建筑蓝图，把那些凡域所没有的建筑蓝图通通挑选出来，准备挨个升级。目前凡域加上灵能炮共有47种满级建筑，距离下一个节点，也就是建筑图鉴中拥有50个满级建筑的节点，就差3座建筑了。这个节点的奖励不会低。黑暗哨塔，陈凡望向手里的建筑蓝图，直接捏碎后打造。片刻后，一座20级的黑暗哨塔矗立在城墙后方，哨塔是白色品级，黑暗哨塔则是蓝色品级。建筑名称：黑暗哨塔，建筑品级：蓝色，建筑等级20级，建筑效果可监测1万米内所有鬼物所造成的灵异影响。10级满级效果：魑魅魍魉。当位于哨塔附近的势力成员在虚空快速书写出这4个字后，将会获得哨塔视线，可肉眼看见范围内所有无实体鬼物。20级满级效果：牛鬼蛇神，对鬼物拥有一定的震慑效果，使其不敢靠近。凡域所拥有的哨塔建筑拥有一个天道赐福效果是破影，可探测额外视野范围内所看不见的隐形、藏匿于虚空、未成型等鬼物。这种无实体的鬼物，哨塔应该也能检测得到。陈凡默默地沉默在原地。接二连三出现的可预防无实体鬼物的建筑，让他内心对战争泥潭的不安感更多了3分。这个世界还是太危险了一点。他低声呢喃着，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安全下来啊？随后，在点亮了灵能炮异化这个黑暗科技后，手持22个黑暗科技原点，开始继续望向下个未点亮黑暗科技。黑暗科技名称：玄天推进器异化。黑暗科技品级：无。黑暗科技类型：军事加成。黑暗科技效果：玄天推进器的动力翻倍，所需消耗黑暗科技原点3点。这个他知道，那先生和他说过，在大陆晋升至2级大陆后，便有概率获得玄天推进器，可安置在大陆4周，推动大陆前进，从而以大陆移动的方式前往战争泥潭。不过他至今为还没获得这个建筑蓝图，他刚才看了1号仓库储备的建筑蓝图里也没这个，先点亮了再说，以后总能用到。而且他还没想好，去战争泥潭的时候，这些海底隧道怎么处理，会有很多麻烦的事情，需要时候挨个处理，继续消费。还有19个黑暗科技原点。黑暗科技名称：大陆异化。黑暗科技品级：无。黑暗科技类型：军事加成。黑暗科技效果：大陆坚固强度大幅增加，所需消耗黑暗科技原点10点。陈凡面无表情的沉默在原地，怎么消耗突然从3点跳跃到10点了？是不是应该先来个5点、7点，过渡一下？虽然消耗涨得有些离谱，但效果确实不错，可大幅增加大陆坚固程度。大陆核心除了是晋级3级大陆的必须条件，同样可增加大陆坚固程度。而凡域天道正在吸收的原始大陆碎片，同样可增加大陆坚固程度。这次再兼顾一下，他的大陆将会邦硬，硬到离谱，甚至硬抗天道炮都不会有多少裂痕。点亮，很快10点黑暗科技原点砸下去后，就只有9点了。然而就在他准备往下点时，却发现剩余的已经无法点亮，上线了，军事分支点满了，剩下的得晋升至3级大陆后才能继续点亮了。第2日，后勤阁开始再次忙碌起来。昨夜从暗阁那里收集了不少民间闹鬼的情报，开始在对应部门打造黑暗哨塔，检测永夜大陆内部是否有鬼魂作祟。参谋阁内，陈凡正和万岁站在天眼镇大屏前。狱主，万岁指着屏幕上那一座座暗淡的黑暗哨塔开口讲解道：目前为止，我们所安置的黑暗哨塔都没有任何反应，这意味着民间闹鬼传闻基本都是虚构出来的，并不是真实存在的。就算有虚体鬼物，永夜大陆在保护期，应该也进不来。我主要担心是以前留下的。陈凡盯着屏幕轻声道：万岁挠了挠头，那这些以前留下的鬼魂目标应该也是杀人，而不是只吓人吧？目前民间最多的闹鬼传说就是水猴子，但经过实地考察，基本上都是下河游泳失足淹死的。就在这时，陈凡怀里的传音符响了，是王麻子。狱主，我们昨日前往绝望大陆出售物资的非洲商队
队，今日并未回归，且全员失去联系，但命牌并未碎裂。绝望大陆那边负责和我们联系的负责人也彻底失去联系。初步判断可能是绝望大陆那边扣押了我们的人和货，申请前去调查。陈凡眉头瞬间紧皱，他嗅到了隐隐的不安感。一座1级大陆，哪怕脑子烧坏了，也不至于敢绑他2级大陆的人吧？更何况绑那些人有什么意义？索要赎金，有钱拿，有命花吗？陷阱，谁给他布置的陷阱？其他2级大陆还是鬼族？等等。陈凡声音有些沙哑的开口道：“先别轻举妄动，派非洲去调查，让我想想。万岁，你说会是绝望大陆绑架我们的人吗？我感觉应该不会，但正所谓投石问路，我建议先扔几发携带核弹头的通天柱过去，看看情况。”对于万岁的提议，陈凡没有第一时间回话，只是陷入思索。虽然听起来有些粗暴，但也并不是毫无道理。万岁，传令无名山导弹储备基地朝绝望大陆无人区投放1枚携带核弹头的通天柱，看看情况。是。陈凡站在参谋阁内，面色平静地望向天眼镇大屏上，通天柱从无名山后方缓缓升空，在大屏上能清楚地追踪到这根通天柱的轨迹，越过永业大陆周围的鬼屋，一路向南，直指绝望大陆，最终落在这片大陆上的一处人烟罕至的无人区中。他开始耐心等待。一盏茶后，他未等来绝望大陆的任何讯息。至此，他知道事情可能变得严重了。哪怕绝望大陆真的有些痴心妄想，但在受此一击后，也应该和冯奇亚大陆原先那样，立刻联系他表明态度。但如今却默不作声，很大一个可能是绝望大陆已经处于一个失控的状态了。发生了一些他未知的事情，真是令人不喜啊！站在天眼镇大屏前的陈凡呢喃着，他如今甚至都不知道绝望大陆具体发生了什么，不敢派人去轻易查探，唯恐派出去的人又折了进去。他内心已经隐隐有一个可能，很有可能是某个深海鬼屋登陆了，又或是这片海域外的其他势力登陆绝望大陆，绑了他的人，等他过去。如果距离远也就罢了，但距离永业大陆仅仅1700公里，如此之近的距离，有这么一个不稳定因素，他想忽视不管都不可能。传令，鬼皇95命他乘坐传送阵抵达新大陆，我在新大陆等他。是。终于完活了。挑衅者大陆上，鬼皇95虽然有些略微疲惫，但还是颇为满足地望向着一览无余的平坦大陆上，跟身旁的鬼皇向阳开口道：“这片大陆已经彻底被我们占领了，接下来我们就可撤了。等樊玉重新占领这块大陆，下次再来此，应该就3年后的事情了。准备回家，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应该都不会有我们的事了。我们养老一族的生活还是比较悠闲的，你慢慢就知道了。”就在这时，他怀里的传音符突然发烫，在收到樊玉命令后，身子先是一僵，随后沉默了一会儿后才沙哑道：“你在这里等我一下，狱主找我去会见狱主。狱主很少召见他，尤其是让他乘坐传送阵前去，这意味着10万火急，不像是好事。”他大步朝远处的传送阵站点飞去，伴随着白光闪过，出现在了新大陆上海滩上。陈凡正独自一人站在海边，瘸猴示意他可以过去了，他这才深吸了一口气，有些忐忑不安地走至陈凡身后，低下硕大的头颅，小声道：“狱主95求见。”陈凡点了点头，没回头，只是从怀里掏出一本梵域史书递了过去。今日我看了眼梵域史书，发现里面有些词不一当，让下面人去重新修正了一版。目前梵域正在回收所有发出去的梵域史书，以后用新版。95接过这本对他来讲极其小巧的梵域史书，下意识地翻阅着。他平日最大的娱乐活动就是翻阅梵域史书和梵域日报，对于其中每一行字他都极其熟悉，几乎是瞬间他便找到了修改的地方。其中一段篇章的原标题的是狱95态度佳，收下当狗，现修正为狱95谈甚欢，结为盟友。鬼皇95沉默在原地，他原本还想着等以后哪次立功了之后，看能不能和狱主商量下给这个篇章标题改一改，没想到还没等他开口，狱主自己就改了。但正是因为如此，他便知道这次来找他的是小波。陈凡没有讲话，继续望向远处一边无际的大海，有些恍惚。这个世界真的很大，但却总不给他一处安身之地。半晌后才缓缓道：“95，一直以来你和樊玉的关系属于共生关系，并未深度绑定。现在我遇到了一些情况，距离永业大陆1700公里的一座大陆发生了一些未知的突发情况，我需要派人前去查看，但恐有大危机，我不想贸然牺牲手下人的性命，我想让你的人前去查看，这样遭遇不幸后也可复活。不知你意下如何？”鬼皇95是极其稀有的天生黑暗圣体，拥有专属的死亡权柄，可复活任意已死去鬼物。他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启用鬼皇95，这绝对是一柄利剑，能帮他做很多事情。但弊端就是这个狼会越养越熟。没问题，鬼皇95几乎没有任何犹豫便应了下来。这件事问题不大，他还以为是什么需要他拼命的事呢。好，陈凡转身望向鬼皇95，这是他第一次如此认真地打量着鬼皇95。片刻后才平静道：“95，很久以前，我站在江北荒原的时候，王麻子问我海对岸是什么，我说不知道。如今我依旧不知道，只是倘若有一天樊玉侥幸走到了海对岸，希望你我依旧如旧。如我当时和王麻子那样，共享富贵，共享繁华，我既然用你，便会信你。下面的流言蜚语我不会去听。你当时因兄弟身亡，拼死和鬼族指挥官同归于尽，这证明你是个正义之人。我喜欢正义之人，在未来你或许会遇到很多诱惑。
你会真正意识到自己天生黑暗圣体的尊贵，甚至有数个3级鬼族愿尊你为王，只求你能带领他们。你无论怎样选择，我不会干预，但我真诚不希望我们以后有一天会走到对立。我不喜欢对朋友下手，会难过。这么久以来，他只遇到鬼皇95这么一个天生黑暗圣体，这足以证明鬼皇95的尊贵。这也是他当时为何鬼皇95极其乖巧，却依旧动了清算之心。如今他要用95，就意味着日后会有大量鬼族知道95的存在，95也会真正意识到自己的尊贵。那一天，或许就是双方走向对立的那一刻。鬼皇95正在原地，有些呆呆地望向陈凡。这是陈凡第一次如此郑重地和他谈话。他虽然身高巨大，但他心思其实很细腻。他能感知到陈凡如今的状态，纠结、挣扎。朋友，他的身份是陈凡的朋友吗？不知为何，狱主鬼皇95眼眶有些泛红。我上次在恶意大陆已经发过誓了，说会永远忠诚樊玉，但你我都知道，那种誓言没有任何约定效果。我95可以再次表态，无论日后发生什么，我95一定站在樊玉这一侧。这不仅仅是对樊玉的畏惧，更多的是我内心一直很感谢樊玉当初给了我和兄弟们能活下去的机会。去吧，陈凡突然笑了起来，摆了摆手，下去准备吧，需要尽快。绝望大陆那边情况可能有些严重。遵命。他静静地望向95快速远去的背影，若有所思。他从来不信任何誓言，但他从不会后悔自己的选择，无论日后会不会发生。正式启用鬼皇95是他此刻下的决定，哪怕日后走向对立，他也不会后悔。一炷香后，鬼皇95重新归来，身旁跟着一个看起来有些胆怯的伟人鬼。狱主，这是我们养老一族前些日子觉醒了智慧的一个鬼物，如今是2级鬼物，够吗？足够了。陈凡摆了摆手，身旁瘸猴快速上前将一个袖珍火炮塞进这个伟人鬼手里。有此物傍身，你此趟安全性大大提高，还不谢谢狱主？鬼皇95有些眼巴巴的从这个袖珍火炮上艰难移开视线。谢狱主。这个2级伟人鬼有些结结巴巴道，不是给你防身的。陈凡摇了摇头，樊玉数十个成员失联在绝望大陆，命牌并未碎裂，我怀疑绝望大陆可能被鬼物登陆了，并且有一种我们从没见过的鬼物可快速控制住别人。而你要做的是，落地后尽可能观察眼前一切，并在感觉情况不对时，将枪口对准自己脑袋，果断扣动扳机，然后由鬼皇95在黑渊将你复活。听清楚了吗？清楚了。这个有些胆怯的伟人鬼将袖珍火炮紧紧抱在怀里，用力点头。启动吧。陈凡掏出传音符，命令下达至无名山后山。3息后，无名山后方导弹储备基地群中，一根1级通天柱缓缓升空，并朝南疾驰而去。鬼皇95则是有些不放心的，将这个伟人鬼拉到一旁，再次复述着陈凡的命令。这根通天柱一路南下，最终落在了绝望大陆正轨6号防线沿海区域。通天柱重重落下，一枚枚鬼石和阵盘散开，在地面上形成了一个简陋且简易的单人传送阵。又过了数十息的功夫，一个有些胆怯的伟人鬼紧紧抱着手里的袖珍火炮出现在绝望大陆，只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便看见数百个脸上浮现着诡异笑容的人类将他紧紧围在其中，每个人的眼睛都直勾勾地盯着他，围得水泄不通，他甚至都无法挪动身子。这个本就胆怯的伟人鬼有些不受控制地尖叫起来，下一刻眼前一黑，当即气息断绝。或许放眼天下，这也是第一个被人类吓死的鬼物。我扣动了扳机，头颅裂开而亡。新大陆已经被鬼皇95在暗星大陆附近一座黑渊里复活的胆怯伟人鬼，此时又被鬼皇95带到新大陆，复述着自己所看见的一切。传送过去后，我看见了很多人类，那些人类笑得很诡异，指尖一直在滴滴答答地滴落着血液，像是已经失去了神智。我预感情况不妙，就扣动了扳机，而且我好像在其中一个人类的胸口看见了繁育标志。这个胆怯伟人鬼弱弱地讲述着自己的经历，9成实话，其中1成假话。他隐瞒了自己是被吓死的这个事情。果然，陈凡轻叹了一口气，你感觉到的情况不妙具体是什么？是感觉自己身体失去了操控权，还是其他？这个胆怯的伟人鬼有些迟疑道，倒没有什么身体失去操控权的感觉，就是感觉有些害怕，总觉得再不离开会有什么很不好的事情发生一样。知道了。陈凡轻点了一下头，拿起传音符，万岁，传令下去，对绝望大陆17个重要城池、37个重要防线、99座大型城池全都发射一根先锋通天柱。随后才又望向鬼皇95，多派一些手下来，我们尽快对整座绝望大陆进行一个系统的探测。如果是整座大陆都沦陷了，那敌人可能远远比我们想的要棘手。他不再讲话，只是脸上的笑容变少了。绝望大陆是在1天前失联的，1天内攻陷一座1级大陆，哪怕是2级种族也不可能做到。屠杀也是一个需要时间的事情，更何况绝望大陆可不会乖乖等死的，至少会传音繁育。1天内彻底攻陷一座大陆，且是无声无息的攻陷，这种手段恐怕只有那3级鬼族才能做到。他不是很想这么早遇见3级鬼族，他明明将这片海域里距离3级种族最近的3级鬼族已经清空了，然而还是遇到了人算计，不如天。希望事情没有糟糕到那种地步。伴随着一根根先锋通天柱落入绝望大陆，一则消息也被带了回来，近乎惊人一致。所有人传送过去后所看见的第一幕都是被无数脸上浮现着诡异笑容的人类所包围，不见一个鬼物的影子，只有人类。唯一鬼物就是通过先锋通天柱传送过去的他们自己，他们看起来更像是侵略者。陈凡一个人在海边拄着翡翠手杖散步，万岁正通过传音时喋喋不休道，狱主，我建议不要近距离接触，用通天柱洗地，哪怕代价巨大，也必须尽快清理，这很有可能是海
海域外的某个3级鬼族的先锋队，我们必须以雷霆之势清理，这样对方才会认为这片海域有3级大陆的存在，从而升起忌惮之心。否则有点吵到他了。他随手将传音石丢给一旁的瘸猴，才望向手里的问天灵，轻声道：“有一事相问。有一种鬼物可迷惑人心灵，或者说是会操控人的身体，使其脸颊上浮现出一道诡异笑容，指尖还会一直滴血。你可知这种鬼物具体信息？”问天灵无风自晃，熟悉且清脆的银铃声响起的同时，一道毫无感情的声音也在他耳边随之响起：“是新鬼，寻常等级为8级，少数是新鬼最高可达到15级，进化为鬼皇是新鬼。寻常是新鬼的手段为一，可无视城墙等，使一片区域陷入睡梦的人，在梦中经历一场极其恐怖的噩梦。你所说的这种手段为15级鬼皇是新鬼的手段，所有和其对视的人类都会陷入不可逆的濒死状态。标志性的征兆便是受害人类脸颊上会浮现出诡异笑容，瞬间失去任何意识，身体的操控权将全权由鬼皇是新鬼所接受，并且传染性极强，任何和受害人类对视的人类都会同样中招，传染数量无上限。但鬼皇是新鬼所能同时操控的人类有上限，通常为1万人，剩余中招人类会按照生前习惯自由行动，受害人类并未死亡，处于不可逆的濒死，无法被任何手段挽救，通常在7日后会彻底死亡，且无法通过包含崎岖岛在内的任何手段复活。是新鬼，是3级鬼族及以上方可诞生的鬼物。是新鬼。陈凡面色平静地停了下来，站在沙滩上远眺海边。不远处瘸猴手里的传音石里依旧响起万岁喋喋不休的声音，他只感觉有些疲惫。3级鬼族，鬼皇级别的是新鬼，为何就来到他这片海域了呢？半晌后，他继续询问：通过蒙眼等方式可有效规避吗？这种手段对鬼物可否生效？可。通过蒙眼、刺穿双眼、紧闭双眼等方式都可有效规避，若人类修为等级高于其等级，哪怕对视也可有效规避。该种手段仅对人类生效，对鬼物无法生效。如何确定他不是鬼尊是新鬼？就在这时，瘸猴突然上前一步，硬着头皮道：“少爷，无名山那边传令，在绝望大陆失联的其中一个繁育成员命牌碎裂了。他知道少爷此时有些心烦，但这种事情他必须及时汇报。”陈凡眉头微微皱起，不是说7天后才会正式死亡吗？那应该是6日后命牌才会碎裂，又碎了一个。定位显示还在正轨6号方线，繁育成员的身份令牌里都装有定位阵法。知道了。陈凡轻点了下头，不由突然笑了起来，眼里闪烁着寒意。显然对方应该知道了他在探测，在用这种手段示威，或者说是挑衅，能精准杀死繁育成员。看来对永业大陆和繁育都有一定了解，完全是冲着他来的。绝望大陆只是遭了无妄之灾，要朝这个区域发射通天柱吗？瘸猴有些迟疑道：“这个鬼皇是新鬼，说不定就在这片区域。”不可能的。陈凡嘴角带着有些瘆人的笑意，轻声道：“他既然对繁育有了解，就不会暴露我们的手段。抓到他，我要问清楚。让95过来。如果这个来自3级鬼族的鬼皇是新鬼，是其他海域的3级鬼族溜达过来的，那也就认了。但对繁育如此了解，说明目标明确，就是奔着他来的。他自认自己的名声还不至于传出这片海域，他要问清楚，对方是从何知道繁育2字？听说你很能打，寻常鬼皇都不是你的对手。”陈凡和鬼皇95走到海边，轻声笑道：“还行。”鬼皇95有点尴尬的挠了挠头，主要是我等级高，差一步鬼尊。虽然我本体只是伪人鬼，没有其他鬼物那种特殊手段，但确实好像能打一点。去绝望大陆一趟，那里有个鬼皇级别的是新鬼，他的主要手段是针对人类，对鬼物无效。帮我找到他，打到半死，带到新大陆来，能做到吗？能。鬼皇95想了想后点头应下了下来。如果只有一个鬼皇是新鬼的话，应该是能做到的。但为了稳妥起见，我希望带上刚归顺我们繁育的鬼皇向阳，以及我的其他鬼皇手下，这样妥善一点。片刻后，老大，你不是说我们是养老一族吗？可是自我跟你混之后，好像一直在干活啊。鬼皇向阳有些忐忑地站在95身旁等待传送。如果是以前，他绝对不会退缩，但他这些日子已经被老大洗脑了。凭什么身为鬼物就要一直冲杀，就不能每天种种地，喝喝茶，看看报？他已经开始向往这种生活了。他感觉自己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原来鬼物还能这样活。只是怎么感觉好像又回原路了呢？这个还是有区别的。鬼皇95面色严肃地低头望向向阳。狱主曾经说过一句话：和平是斗争来的，不是求来的。为了和平，我们需要适时的干活，而且这也是重地。怎么是重地了？我们需要将那个该死的是新鬼带回来，插在新大陆的地里。准备了。不远处的阵阁成员已经气喘吁吁地布好了一个巨大的传送阵。先锋通天柱不够传送这么多鬼物，鬼皇95你先过去，然后按照流程布好大型传送阵，剩余鬼皇会通过这个传送阵过去。明白。鬼皇95重重点头。一造香后，鬼皇95凭空浮现，一脚踩死了周围围上来的一大片脸上带着诡异笑容的人类，随后才根据手里的指示图，像摆积木一样，自顾自地嘀咕着摆好了一个巨大的传送阵。紧接着，传送阵散过白光，鬼皇向阳和95的10几个老部下鬼皇也通通传送了过来。脸上带着诡异笑容的人类源源不断围上来，被一众鬼皇轻而易举踩死。小耳朵动一动，鬼皇95望向向阳，看能不能找到那家伙。
实际上都不用95命令。刚传送过来的鬼皇向阳，那双扁平且外扩的耳朵已经在动了，他能听见远处的声音，只不过声音太过嘈杂的话，他只能清楚地听到部分声音。如今这片大陆极其寂静，只有一道声音中夹杂着浓郁震撼的自言自语声，极其清楚且容易的就被他捕捉到了。老大，有人在用一种很震惊的语气说，竟然是天生黑暗圣体，竟然是天生黑暗圣体，一直在不断重复这句话。鬼皇95撇了撇嘴，扫了眼四周，依旧有源源不断的人类涌来。这些人类此时看起来比鬼物更像鬼，能找到声音在哪个方向吗？那边，向阳指向海边，但还不等他们动身，看见一道红色流光从海边急速飞来，随后重重砸在他们面前，像是侏儒一样的鬼物，此时正身体因过于兴奋而站立，盯着鬼皇95，眼里满是激动。竟然是天生黑暗圣体，不愧是天谴之地，不愧是天谴之地。但很快又极其警惕的身子朝后激射而去，悬浮在空中，眼睛直勾勾盯着鬼皇95，一字一句道：天生的黑暗王者为何受樊玉所驱使，自甘堕落？他亲眼看见95是从樊玉的通天柱里出来的，自然是为樊玉效力。鬼皇95眉头微微紧皱，这下有些麻烦了，这家伙的速度怎么比他还快？但正在他想对策的时候，却看见身旁的鬼皇向阳好像已经疯了一般，此时眼眶通红，揪着他的衣角，直勾勾地盯着他颤声：老大，你是天生黑暗圣体，干嘛？鬼皇95有些不满地打开向阳的手，樊玉特制的衣服，你他妈轻点，我就这么一件。鬼皇向阳有些激动的颤声，整个人因为过于疯狂而显得狰狞。你可是天生黑暗圣体啊，天生的黑暗王者，我是从战争泥潭回来的。老大，你可能不知道天生黑暗圣体意味着什么，只要老大你振臂高呼，有的是3级鬼族愿意尊老大你为王，真心实意的，你可以获得比待在樊玉里更高的成就。樊玉在真正的3级鬼族面前是不堪一击的，原本还悬在空中的鬼皇是新鬼，此时也听明白了，向阳脸上的表情不是装的，顿时明了咧嘴笑了起来。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原来你还不知道你是天生黑暗圣体，原来樊玉也不知道你是天生黑暗圣体，伟大且天生的黑暗王者。容我自我介绍下，我叫贪心，来自3级鬼族荒族，此次前来这片海域，是此处的雷雨海域崩塌在外界引起天地异响，我奉命前来探测消息是否属实，随后才缓缓落地。单膝跪地，对这个第一次见面的鬼皇低下了头颅。无论你是因为什么原因暂且受樊玉指使，但鬼物和人类乃死敌，彼此不可调和，樊玉只是在利用你，只要你和我回去，我可以用我的人头发誓，你将会成为荒族的老大，哪怕荒族老大不同意，你只需振臂高呼，无数鬼物愿意帮你取下荒族元老大的头，我将为你效命，鞍前马后。真的？鬼皇95有些不相信似的迟疑道，就因为我是天生黑暗圣体，你们就愿意杀死你们原来的老大？怎么可能？一边开口一边靠近，真的不能再争了。单膝跪地的贪心，此时脑海里不由浮现出跟着一个黑暗王者日后的发展前景，呼吸都渐渐急促了起来，已经下意识忽略慢慢靠近的95，只是望向向阳，你身边这个手下像是个见过世面的，我的话你或许不信，他的话你应该可以信，是真的。鬼皇向阳此时紧紧跟在95身后，声音中甚至带上了哭腔，老大，我以前真不知道你是天生黑暗圣体啊，你信我，他说的是真的，而且你不一定非要去荒族，你只要去战争泥潭，振臂高呼，大把3级鬼族鞍前马后以你为尊，让那个什么狗屁樊玉去死吧，我们自己当家做主，从此争霸天下。鬼皇向阳很着急，他第一次觉得自己距离登顶这个世界的巅峰原来如此之近，原来这么大的一个大腿就在自己身旁。至于95那10几个老部下鬼皇则是面无表情地站在原地。老大去哪？他们去哪？你真的确定？鬼皇有点心动的再次开口发问道。我只要振臂高呼，你们就能杀死你们原来的荒族老大，让我当老大，千真万确。单膝跪在地上的贪心生怕95不相信一般，抬起头颅望向渐渐逼近的95，一字一句道，而且不会有任何犹豫。话音未落，啪！鬼皇95已经靠得足够近，巨大一巴掌拍下来，像是抓蚊子一样，将这个侏儒鬼皇紧紧拽在手里，举在自己眼前，呢喃着：那你们荒族真是全体畜生啊！哪怕有一个更强大的黑暗王者在我的手下面前振臂高呼，我的手下也绝对不会杀死我，只为了有一个更强大的老大，就能毫不留情地杀死原先的老大。你们这些手下送我也不要啊！唧唧歪歪的，跟我回去见狱主吧。你难以置信的是，新鬼被紧紧地拽在手心里，根本无法反抗，只是有些恼羞成怒地高吼道：你是不是疯了？你是天生的黑暗王者，竟然要给一个人类做狗，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什么做狗？鬼皇95冷哼了一声，才朝身后传送阵走去。史书上明明说了，那是结为盟友，能不能不要老在外面看一些盗版史书，支持正版不知道吗？随后才站在传送阵上，心满意足地笑了起来。这么轻巧又立功，向阳回家啊，愣着干什么？老大简直不敢相信发生了什么的鬼皇向阳，此时跪在地面上，眼眶已经通红的歇斯底里道：我们回去干什么？你是天生黑暗王者，外面的世界在等着我们去称霸，我们回樊玉到底要干什么？你就真的甘心一辈子给樊玉当狗？至于其他10几个鬼皇，早已不知何时和95一起站在传送阵上。鬼皇95脸上的笑意渐渐散去，甚至多了一丝冰冷。沉默许久后，才望向向阳，轻声道：当初我觉得你和我理念一致，才和狱主申请让你加入樊玉，跟在我身后，但如今看起来，你我理念好像有点不一致了。你知道来之前狱主和我说了什么吗？
吗？我看见了狱主内心的挣扎，此前我还不知道，但刚才我知道狱主为什么会内心挣扎了。他已经料到了发生的这一幕。狱主说我是他朋友，我不想让朋友失望。向阳，跟我回去，我们回家。所谓的争霸天下，只是一场虚幻的梦，如泡沫般表面光鲜，但终会碎裂。恶意大陆才是我们真实的家，那里有我们的朋友，有我们的家人。向阳，鬼皇95望向跪在原地，神情极其痛苦的向阳，面色平静的伸出手，像是在等待一个拥抱般，轻声道：站起来，跟我回家。新大陆，陈凡双手拄着翡翠手杖，踩着有些硌脚的沙砾，站在沿海边，静静地望向远处。就在这时，距离海滩较远的巨型传送阵白光闪现后，鬼皇95凭空出现。狱主神情显得有些亢奋的鬼皇95站在传送阵中央，将掌心里紧握的是星轨高高举在空中，大声道：95不负众望，成功活捉鬼皇是星轨。陈凡安静地站在原地，眼前这个样貌丑陋的家伙，就是一天就灭掉一块大陆的罪魁祸首。瘸猴，你将这个是星轨带下去审问，负责从他嘴里撬出所有信息，明白？瘸猴重重点头应下。3天后，必定让他将知道的全都吐出来了。很快，一众凡狱成员也各自忙碌去，只有陈凡和鬼皇95两人走在岸边。陈凡单手拄着翡翠手杖站在海边。95，欢迎你回来。从此刻起，你将正式加入凡狱，凡狱的资源将会为你调动。只要你不背叛凡狱，我会推举你到一个很高的位置。鬼皇95下意识身子挺得笔直，呼吸有些渐渐急促的深吸了一口气，才尽可能的平复下自己的心情，沙哑道：是狱主，事情告一段落，说说你刚才说有什么情况要汇报。无名山1号洞穴内，重新回到屋内的陈凡给自己倒上一杯热茶，不紧不慢地吹着热气。周末面色严肃起来，此时该说正事了。上次有人在永业大陆东部区域传播流言蜚语，经战阁的仔细查探，情况并不简单，是永业大陆的隐士家族。隐士家族，陈凡眉头微微皱起，已经很久没听到这个词了。继续，他轻抿了口茶。首先，周末清了清嗓子，继续道：我们都知道这个谣言对梵域的杀伤，主要动摇狱主在百姓中的威望，降低狱主你的合法性，以及一级大陆的隐藏天道赐福。民心所向，永业大陆会有一定概率出现鬼矿，前提是需要维持70%民心支持率。我怀疑这个隐士家族可能知道不少信息，至少知道一级大陆的隐藏天道赐福，这是最奇怪的一个点。要知道，就连永业殿对一级大陆的晋升条件，包括这些一级大陆的隐藏天道赐福都不是很了解。一个上古时期的隐士家族为何会知道永业大陆在历史上并未晋升过2级大陆？根据这点怀疑，我前去永业大陆东部一点一点去查，终于让我查到了一点蛛丝马迹。我去了东吴城，一座位于永业大陆最东边、由梵域重建的城池。那段时间我其实没什么头绪，但狱主你和我说过，很多事情做着就有头绪了。我就将自己想成一个来务工找活干的人。渐渐的，我发现，在旁边一个村落有几百家农户，习惯用左手吃饭，也就是左撇子。左撇子并不少见，但几百家农户全是左撇子就有点少见了。以及你在路上叫他们，他们绝对不会回头，不管声音多大，他们就是不回。我曾经试探过，假意和路人起了纷争，这个镇上的农户无一人回头。周末深吸了一口气后认真道：狱主，你仔细想想，这还算人吗？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以为他们是伪人鬼，最后才发现必须叫他们名字，他们才会回头。至此，我已经感觉情况不太对了。而且，一个比永业殿还知道更多消息的隐士家族，一直潜伏在永业大陆，其目的是什么？可诛。陈凡点了点头，眼睛眯起，思考片刻后，他起身轻声道：你即刻起身回到那片区域，这件事的事态很紧急，很有可能牵扯着一些上古时代的隐秘，不要有任何轻举妄动。从现在起，你拥有时刻调动通天柱的权利，若在过程中发现有任何不对，可随时启动通天柱轰炸那个村落。能潜伏这么久的隐士家族，不是很好对付的。陈凡低头望向永业大陆鬼皮地图上的那个村落，不要打草惊蛇，我们要一网打尽。是。周末下去了。陈凡脸上再无丝毫笑意。永业大陆好像比他想的更复杂一点。他从怀里掏出问天铃，据说永业大陆是后来改的名字，以前是什么名字？很快，问天铃微微作响。据天地记载，永业大陆共存在37301年，于第37300年，在梵域的带领下晋升至2级大陆，于数千年前从天谴大陆更名为永业大陆。天谴大陆，陈凡渐渐沉默下来。从这4个字，大概就能知道永业大陆以前的处境。雷雨海域可能真的不是保护，而是囚禁。谁的手笔？寻常大陆天道。种族天道肯定没这能耐，是总天道。总天道为何要囚禁永业大陆？永业大陆上又究竟有什么是值得被囚禁的？他自认对永业大陆已经足够了解了，并不觉得永业大陆上有什么值得被囚禁的东西。而且，既然是总天道要囚禁永业大陆，为何又要允许永业大陆晋升至2级大陆？也没其他针对。雷雨海域是什么时候消失的？是在梵域探索到了第一个稀有岛屿崎岖岛的时候。可当时天空中明明浮现出数个由云朵组成的大字，永业大陆已突破封锁，寻到一处稀有岛屿，保护解除。清清楚楚的写的保护解
解除，究竟是保护还是囚禁？呼，陈凡轻呼了一口气，合上手里的鬼皮地图，具体什么情况，只待等瘸侯那边审问出具体消息来。他从怀里掏出传音符，催了催瘸侯后，才大步朝参谋阁走去。无名山参谋阁内，万岁见陈凡走来，急忙上前汇报道：绝望大陆上已再无幸存者，无一幸免。虽暂时还未死亡，但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哪怕现在杀死是新鬼，他们也是必死的。陈凡抬头看了眼万岁，拍了拍万岁肩膀，朝外走去。没事，时间也不早了，忙完早点收工。3日后，周末此时已经化作一个前来务工的普通老百姓，挥舞着手里的锄头，开采着眼前这座鬼矿。永业大陆上有不少待开采的鬼矿，当地附近城池会召集人手，这也是流动务工人员最喜欢的工作。只是他此次的真实目的是调查之前东部传出的针对狱主的谣言，而此时他所在的这座鬼矿恰好就在准备调查的古怪村落附近。周末直起身子，擦拭着额头上的汗水，余光不经意地扫了眼附近几人，都是左撇子，此时正在忙碌，看起来和正常人没有任何区别。但奇怪的是，原本他身边是古怪村落和其他地方的人混在一起开采鬼矿的，但不知何时，他身边开采的人已经全是古怪村落的人，其他务工成员都在其他区域，距离他也就几十米的距离。只是他总觉得自己有些隐隐听不到几十米外的声音了，像是被隔绝在了此处一样。爷们，贵姓？就在这时，其中村落里的一个中年男人走至他身边，一边抡起锄头开采鬼矿，一边像是漫不经心的搭话：张大毛。周末内心暗自升起一丝警惕，但脸上还是一副憨厚的样子。这个中年男人先是点了点头，随后挺起身子，双手拄着锄头，抬头望向周末，轻声道：你以前来过我们村子，这次又回来了，你好像对我们村子很感兴趣。有点。周末也没否认，只是憨憨笑道：听附近的人说你们村子里都是左撇子，有点好奇，怎么能一个村里的人都是左撇子呢？中年男人笑了笑，没有继续讲话，只是继续低头挖矿。过了约莫数十息后，突然没有任何征兆地扔下手中锄头，坐在一旁石头上，从怀里掏出一杆烟枪，自顾自地点燃后，才在缭绕烟雾中漫不经心道：百密一疏，我们尽可能地想要隐藏自己，哪怕村里死了人，也像其他村落一样正常举办葬礼，只是考虑的事情太多了，总有疏忽的地方。我们忘记了，这个大陆的人不应该在今年老死，你们繁育盯得太紧了，仅仅是这么一点异常，永业大陆这么大，都被你们敏锐注意到。你在说什么？周末虽然内心掀起滔天骇浪，但脸上还是有些疑惑且不解道：我没太听懂你什么意思。周围几个村落的成员此时渐渐围了上来，将周末包围在其中。这处鬼矿由繁育成员负责，但诡异的是，身边的繁育成员对这一幕却没有任何反应。爷们，中年男人笑了笑，坐在石头上，抖了抖烟枪里的灰，继续道：你是繁育几级成员？3级、4级，每个月到手多少？3万鬼币还是5万鬼币？只要你回去汇报的时候能按我们说的去汇报，我给你1000万枚鬼石，如何？你完全可以离开繁育，在永业大陆找个地方过一辈子的富家翁，如何？周末沉默在原地，没再讲话。此时再继续否认已经没有意义了。不过好消息是，对方只知道他是繁育成员，不知道他是战阁阁主，也意味着不清楚他的真实实力，那就有很多操作空间了。他试着激活传音符，无效；尝试启动通天柱，依旧无效。可以确定的是，他被隔绝在了一片区域里。我哪里有破绽？他一边尝试拖住对方，一边在心里思考着最佳对策。你不是本地人，外来务工的人更关心的是找活，而不是关注我们这个小村落。你的关注点和正常务工的人不一样，人都会八卦，你八卦的多了点。你们村里全是左撇子，你不觉得你们很容易就暴露吗？我已经为这个事情找好了理由。什么理由？我们村落的人从小就相信多使用左手会更聪明，于是在常用左手的情况下就都变成了左撇子。如果我不同意你们的提议呢？那你就只能死在这里了。周末突然笑了出来，我就不信你们敢让我死在这里。一个繁育成员死在永业大陆内部，狱主会将整个永业大陆翻个底朝天的。我死亡的坐标便是繁育通天柱的打击坐标。中年男人低头咂巴了一口烟枪，眼帘微垂，没有讲话。一时间场面陷入僵局。你说的没错，但狗急了都会跳墙，如果实在没有其他太好的办法，我们也只能让你死在这里，然后连夜跑路了。你们跑得出去吗？周末眼睛微微眯起，任何离开这座大陆的交通工具都完全在繁育的操控中，民间没有，你们和繁育的恩怨并不多，仅仅是散播谣言。现在告诉我，你们是谁？你们为何要散播谣言和繁育作对？中年男人没有第一时间回话，只是自顾自地继续咂巴着烟嘴，片刻后才缓缓出声：谣言不是我们传的，有蠢人。而且你们繁育之所以能这么轻易地抓到传播谣言的所有人，是我们在背后点炮。我们已经尽可能地和对方切割关系，好让你们繁育中断了。我不清楚你们繁育为什么会一直抓着这件事不放，我们并无和繁育为敌的想法。如果可以的话，我真不想你死在这里，但你现在让我有些为难。你真的不愿意拿一笔鬼石，然后回去交差吗？我可以加码，你说个数，大胆开口。然而没等周末回话，中年男人突然像是感应到什么一般，面色微变。该死，那家伙等不及了，我们得准备跑路了，也祝你好运。说罢，这个中年男人快速转身朝远处走去，身旁几个村落的村民也紧跟其后，大步朝远处走去。周末任凭几人远去，并未阻拦。他此时眼睛正直勾勾地盯着从远处走来的一个怪物，他从这个怪物身上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迫感。鬼矿内的其他务工成员没有任何反应，像是根本没看见这一幕。他深吸了一口气，再次尝试激活传音符，依旧失败，随后才缓缓
闭上双眼，再次睁开双眼时，手里已凭空浮现出一柄重剑，战意从胸膛不断涌出。这些年的努力修炼，终于有了用武之地。是啊，在建筑无法使用的时候，个人实力才是最大的底牌。喂，他突然咧嘴笑了起来，拎着手里的重剑就这样一步步迎了上去，并渐渐开始跑起来，直至速度越来越快，猛地跳在空中，双手持剑，用力砸去。我可不是什么普通凡域成员，记住了，老子叫周末，战阁阁主，凡域第一个20级武者。下一刻，体内的灵气毫不掩饰的疯狂喷涌而出，强大的威势伴随着手里的重剑，一同砸向下方那个3米高的怪物。怪物停了下来，并未躲避，重剑砸在肩膀上，砸出一个白印。怪物右臂狼牙棒轻飘飘抡出，周末以更快的速度朝身后倒飞而去，鲜血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如碎布般重重砸在地面上，气绝身亡。